叶飞发回京城的求助函，不是说你此番被韩国三皇子重伤，军医束手无策吗？当时微臣情况的确是凶险，军医的确是束手无策，但老天爷不忍微臣丧命于韩国三皇子之手，让微臣在江淮一带遇到了一位民间神医，是那位民间神医救了微臣。民间竟然有医术如此厉害的高人。阿兰，你若再碰到那位神医，就将那位神医请来京城，舅父给他在御医院安排个职位。不必了，神医在民间造福百姓挺好的。阿兰，韩国的议和书已经送到了，此番韩国提议两国联姻，不日韩国九公主就要抵达京城了。联姻挺好的，两国联姻至少能够换取50年太平盛世。皇上你的后宫人丁凋零，不如皇上将韩国九公主收了。微臣听闻韩国九公主能歌善舞，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美貌更是在韩国家喻户晓，这样的美人儿配做皇上的妃子。韩国九公主年方15，真的年纪都快能做他爷爷了。你这孩子都快30的人了，还不想着成家？你是想气死你母亲跟朕吗？你文韬武略，战功赫赫，韩国九公主能歌善舞，美艳绝伦，美人配英雄，正好合适。皇上，微臣跟韩国九公主不合适。哪里不合适？你能说服朕，朕就不让你去联姻。启禀皇上，微臣不喜欢女人。不喜欢女人是什么意思？就是微臣喜欢男人。这些年微臣身边一个女人都没有，连近身伺候微臣的都是一些小厮，就是因为微臣不喜欢女人。你父亲母亲知道这件事吗？你喜欢的男人是谁？害怕吓到他们二老，微臣暂时没有将此事告诉他们二老。微臣喜欢的男人是叶飞。难怪这几年你南征北战，总是将叶飞带在身边，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提拔他。周家跟叶家没出过一个断袖，到了你这里怎么就断袖？这件事暂时瞒着你母亲，朕担心她知道了承受不住。咱们周叶两家的男人都是笔直笔直的，到你这里怎么就弯成蚊香了呢？被你们逼的。当天晚上，永兴帝设下酒宴，亲自为叶锦兰接风洗尘。今夜没有外人在场，叶飞将军也坐下一同用餐吧。微臣叩谢皇上隆恩。阿兰寡言少语，脾气冷漠，不太会关心人，请叶飞将军多担待一些。这个季节的鲈鱼肉质肥美鲜嫩可口，叶飞将军尝尝。叶飞被阮皇后的这个举动吓得呆若木鸡，半晌才回过神来，眼神求助的瞧了叶锦兰。皇上娘娘，时辰不早了，微臣跟叶飞就先告辞了。阿兰，这菜还没吃多少呢，这一桌子菜可都是朕吩咐御膳房按照你的口味做。只是永兴帝话还没说完，就看见阮皇后不断地对他使眼色。在路上颠簸了这么久，好不容易回京了，是该早些回去歇着，尤其是你身上的伤势未愈。微臣告退。阿兰文武双全，用兵如神，哪儿都好，如此好的男儿，哎呀，怎么就好男风呢？哎呀，永安王跟长姐就阿兰这么一个孩子，这事儿让他们夫妇俩知道了，不知道他们夫妇俩能不能承受住这个打击。永安王跟长姐都是明事理之人，相信他们二位能理解阿兰。皇上，你也不必对此感到纠结，叶飞这孩子对阿兰忠心耿耿，以后有叶飞陪在阿兰的身边挺好的。两人的对话十分清晰地传入了叶飞的耳中。
怎么感觉在皇上跟皇后娘娘的眼里，她好像是将军的暖床小娇妻？将军，末将心中有疑，想问一问将军。可是想问，今天下午本将军跟皇上在书房里面说了些什么？哦，其实也没什么，就是皇上打算让本将军与韩国九公主和亲，情急之下，本将军就对皇上说，我喜欢男人。皇上似乎不相信本将军的说辞，无奈之下，本将军就告诉皇上，你是本将军喜欢的男人。将军，末将还没成亲呀。您在皇上面前这么说，末将以后还怎么找媳妇儿？找不到，本将军给你送一个。觉得一个不够，本将军还可以多送你几个，绝对不让你吃亏。这么晚了，怎么不掌灯？长公主吩咐的，不许掌灯。还愣着做什么？赶紧去掌灯。是啊，郡王。须臾，锦兰阁内灯火通明。叶锦兰嘱咐小厮收拾一间厢房给叶妃后，捂着受伤的左胸朝自己的卧房走去。奴家见过将军。将军，夜深了，奴家伺候您更衣吧。将军，奴家伺候您洗漱吧。滚出去！郡王，是长公主殿下吩咐奴家在此等候郡王的。郡王，若是没有长公主的允许，借奴家100个胆子，奴家也不敢擅闯郡王的卧房。还不快滚！难道想让本将军请人将你们送走？奴家告退。两人前脚被叶锦兰赶走，小厮后脚就将两人被赶走的消息传到了长公主跟永安王的耳中。哎呀，天色不早了，别叹气了，赶紧睡吧。老娘都将京城雅乐坊的最红头牌给请来了，面对如此美色，儿子咋就能做到无动于衷呢？不是说雅乐坊的歌姬随便拎一个出来就能让大多数男人神魂颠倒吗？元哥，你说咱们儿子拒绝成婚，身边连一个女人都没有，连战马都是公的，你说会不会是咱儿子那方面不行啊？涟漪，你想太多了吧？就咱们儿子那体质，怎么可能会是那方面不行？哎呀，怎么不可能啊？外强中干，你没听说过吗？有你这么诅咒儿子的吗？我这不叫诅咒，我这叫了解咱们儿子的实情。从明儿个起，我吩咐膳房炖些汤，给儿子好好补一补。翌日一早，叶锦兰睁开双眼，贴身伺候她的小厮林奇就端着一碗刚出锅热气腾腾的肉汤出现在了她的床前。郡王早安。林奇，你手里端的这碗是什么？这是长公主殿下吩咐膳房专门给郡王炖的十全大补汤，里面放了当归、鹿茸跟牛鞭，请郡王起床洗漱后趁热将汤喝了。断续到了，待会儿母亲若是询问你，你就说我已经将汤给喝了。有事启奏，无事退朝。皇上，微臣有事启奏。准奏。启禀皇上，江淮一带忽降大暴雨，江淮县令递上来的折子说，江淮河河堤年久失修，因为这次大暴雨已多处决堤，江淮河洪水大量外涌，淹没了不少农田。江淮县令恳请皇上指派一名钦差前往江淮县督造江淮河河堤。皇上，微臣有事启奏。江淮河河堤多处决堤，大量农田被淹没，造成很多百姓这一季颗粒无收。江淮县县令恳请皇上下令从淮阳县粮仓调派粮食，救济江淮一带的灾民。准奏，传朕旨意，从淮阳郡粮仓抽调苞米5000担，
稻米2000担，救济江淮一带的灾民。江淮是我大周的边防，江淮局势不稳，整个大周就会局势不稳。现在江淮一带灾情严重，诸位爱卿，谁愿意接任钦差一职，前往江淮一带协助陶县令重修江淮河堤呀？皇上，微臣愿意接任钦差一职，前往江淮协助陶大人重造河堤。十全大补汤太难喝了，还是去陪花大姐吧。镇北将军心系万民，朕甚感欣慰。在场文武百官几十号人，率先开口的竟然是重伤在身、刚刚班师回朝的叶锦兰，这让永兴帝有些暗火大。但镇北将军于不久前重伤，伤势未愈，此时前去江淮一带协助陶县令修筑江淮河堤，委实有些不妥。除了镇北将军自告奋勇前往江淮一带，在场的诸位爱卿，可还有愿意前往江淮一带的？微臣愿意前往。丞相，你可记得你今年高寿几何？微臣今年刚好60。原来丞相还记得自己已经60高寿了。陶小公子年纪尚轻，又是初次为官，朕知道丞相心里这是担心陶小公子，但江淮距离京城，天高路远，丞相你这一把老骨头就别去添乱了。还有永安王，你虽然比丞相年轻那么几岁，但早年在战场上留了一身的伤，每逢刮风下雨，旧伤就疼痛入骨。江淮一带现在暴雨连连，气候湿润，你也别去添乱了。父亲，母亲近来身子骨不好，您还是留在京城照顾着母亲，前往江淮修建河堤这件事情就交给儿子好了。儿子了解江淮一带的情况，是最适合的人选。你小子分明是怕你母亲再安排你相亲，分明是怕再和你母亲吩咐厨房炖的十全大补汤，还找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些天你母亲吩咐膳房给你炖的十全大补汤，全被你倒给那2条看门狗了吧？原来父亲知道这件事。我是你爹，你小子心里那点花花肠子还能瞒得过我？父亲，那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母亲这件事情。若是母亲得知你明知道我将那些补汤倒了给家里的2条狗，却不告发我，一定会勃然大怒。母上大人发怒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父亲应该比儿子清楚。1年多不见，你小子的手段越发黑暗了，连你爹我你都敢威胁了。这不叫威胁，这叫谋略。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莽撞，要靠谋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还是父亲你教儿子的。我是教了你这些，可没教你小子用这些对付老子。这叫举一反三，学以致用。叶锦兰忽然收起脸上玩味的笑容，看着永安王郑重其事地开口：江淮一带是我大周的边防，江淮毁，则我大唐失去一道天然的保护屏障。为了大周万万百姓，一定要保住江淮一带。儿子已下定决心前往江淮一带赈灾，修筑河堤。皇上跟母亲的思想工作就有劳父亲了。哎呀，皇上顾虑周全，微臣有救急在身，的确不宜前往江淮一带赈灾修筑河堤。这1年来，阿兰驻守江淮附近，对江淮一带甚是了解。微臣恳请皇上任用阿兰为钦差，让阿兰前往江淮一带。镇北将军有伤在身，永安王，你怎么？微臣心意已决，还请皇上下旨。半个时辰后，叶锦兰被任命为钦差，前往江淮一带赈灾督造河堤的事情传到了长公主的耳中。恭迎王爷郡王回府。永安王从马车里钻出来，一眼就看见长公主的贴身侍女银杏站在了王府的大门口。儿子，你母亲好像已经知道了。
待会儿你母亲要是发飙，你帮为父分摊一下火力。嘱咐好儿子之后，永安王才昂首挺胸，端着王爷的架子，大步朝着大门走去。是银杏呀，哎，你不在长公主身边伺候，跑这大门口来瞎晃什么？王爷，郡王，长公主在花园的水榭里赏鱼，请王爷跟郡王随奴婢去一趟水榭。一会儿，父子俩就跟着银杏到了水榭外。叶晨渊，你跟我进来！哎呀，娘子啊，别生气，气坏身子无人替。你要是心里不痛快，要打要骂都冲我来。夫人，为夫错了。哼，错哪儿了？阿兰好不容易回一趟京城，应该留在家里好好陪陪夫人。刚才在朝堂之上，为夫应该阻拦，不让阿兰接下钦差一职，前往江淮一带赈灾。叶晨渊，亏你活了一把年纪了，竟然还不如阿兰明事理。阿兰是我大周的镇北将军，江淮一带是我大周的边防。如今江淮一带因为水灾民不聊生，阿兰作为守护大周百姓的将军，理应前往江淮一带赈灾，救济百姓。哎，夫人说的是。少在我面前拍马屁。既然夫人不是舍不得阿兰，那夫人你今儿又是在气什么呢？永安王话落，耳朵就被长公主给拎住了。莲叶，儿子还在场呢，当着儿子的面，能不能稍微给我留点面子？见叶锦兰不动声色地转过了身去，永安王气得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这臭小子可真是他的好儿子。哼，这下阿兰看不见了，咱俩好好算算账。你明知道阿兰吩咐林奇将那些补汤倒给那2条看门狗吃了，你竟然知情不报。叶晨渊，你是不是希望老娘一只抱直猫去参加聚会啊？夫人，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明白？还敢跟我装蒜？叶晨渊，我看你今晚是不想进屋睡了啊！嘿，夫人，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这还差不多。母亲，您找儿子有何吩咐？阿兰啊，你不喜欢京城里的姑娘就算了，母亲啊，不逼迫你相亲了。去江淮赈灾是救济万民，母亲支持你。若江淮那边有你心仪的姑娘，你只管将人带回京城来，不管那姑娘是丑是美，家世如何，只要是你喜欢的，母亲啊都支持你。就算你喜欢的是叶妃，母亲也认了啊！只求你老了以后有个人陪在你身边儿。隐在暗中的叶妃忽然觉得后背一凉。翌日一早，叶锦兰在叶妃以及百名铁甲兵精英的陪同之下，跟工部擅长水利工程建造的一名官员从京城动身。哎呀，我的苞米呀，我的苞米呀！杀天道的老天爷，谁让你一直下雨啊，害得我家颗粒无收啊！哎呀，没事，你这么指着老天爷骂，你就不怕老天爷下到来劈死你吗？这村长，现在该怎么办呢？这雨还在时不时的下，洪水还在慢慢往上涨，再往上涨一段，洪水就要淹进咱们村了。何川，你即将去一趟老赵家，将东升他二娘请到这里来商量退洪的事情。在场的诸位乡亲，现在东升他二娘是个有主意的，之前便是东升他二娘劝我们提前将地里的苞米小麦收回家，这才保住了一点口粮。我现在让何川去将东升他二娘请来这里，跟咱们一起商量退洪的事情。大难临头，咱们要齐心协力，希望大家配合，别再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东升他二娘。老赵家这边，花如意赶着马车正打算出门，见田河川急匆匆地走了过来，便将缰绳拉了拉。婶儿，村口的洪水这么大，你还要出门呢？去县城办点事儿。何川，你来找东升的吗？
整个江淮县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汪洋。陶钦信要安顿灾民，要控制灾民动乱，还要时不时去河堤巡查，忙得不可开交。花如意担心他撑不住，这些日子隔三差五的往县城跑，给他出主意。若整个江淮县完蛋了，他跟老赵家一大家子人会跟那些难民一样失去住宿，到处颠沛流离。想要以后有好日子过，就必须跟陶钦信一起将江淮县保住。婶儿，我是来找你的。今儿个洪水又上涨了，水面距离咱们村已经没多远了。我爹担心水位继续这么涨下去，洪水会将咱们村淹没。婶儿，我爹让我问问你，你可有办法退洪？榆树村就一条小河沟，退洪的法子很简单，挖一些沟渠出来，将洪水引走一部分。这么做虽然不能彻底退洪，但是可以保证洪水不会进村。这是退洪的法子，你拿去给你爹看，你爹看了就明白了。村长，我已经将退洪的法子写在纸上交给了何川。你若是觉得我的法子可以，就带着村里的年轻人按那法子退洪便是。我现在有事儿得去一趟城里，若村长还有其他事情，等我回来再商量。爹，这是如意婶儿给我的，我看不懂，你拿去瞅瞅。田宝根接过叠成小方块的图纸，展开看了一会儿后，眼角跟嘴角同时露出笑意。东升他二娘可真行，咱们村有救了。除了老弱妇孺，其他人立刻回去拿锄头、铁锹跟箩筐。村长，这么大的洪水，你让我们回家拿锄头、铁锹跟箩筐做什么？在场的村民都很纳闷，其中一人开口询问后，其他人纷纷不解地看向了田宝根。田宝根只好将花如意绘制的退洪图纸展示在了一群村民的眼前。挖沟渠排洪，免得洪水再上涨，将咱们村给淹没了。花如意大字不识一个，他哪里知道排洪的法子？村长，你作为一村之长，竟然忽悠我们大伙按花如意的法子退洪，你怕不是老糊涂了？没事呀，没事，你可真是一颗老鼠屎，搞坏一锅粥。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竟然跟你一个村子。你若是觉得东升二娘的法子不行，你大可以不参与，反正你去了也是帮倒忙。田宝根将没事数落了一顿之后，将目光转向了其他的村民。我觉得东升二娘挖渠退洪的法子很好，诸位乡亲，有赞同我看法的就请回去带上锄头、铁锹跟箩筐，一会儿咱们在村口集合。东升二娘掉了茅坑之后越来越能干了，村长，我这就回去拿家伙。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先按东升二娘的办法挖渠试试。一炷香之后，几十名村民扛锄头的扛锄头，拿铁锹的拿铁锹，拎箩筐的拎箩筐，浩浩荡荡的从村口出发。按照花如意的办法，热火朝天的开始挖渠排洪。将军，那位姑娘好像一直在盯着咱们看，您是不是认识那位姑娘？是不是对人家姑娘始乱终弃了？是有些眼熟，本将军怎么觉得我好像欠了那姑娘1.8千两的银子？我家大人外出巡查了，知道钦差大人今日抵达江淮，我家大人吩咐我等在此恭候。陶大人何时回县衙？江淮县的灾情，陶大人可有记录？江淮县各地的灾情，我家大人都有做记录。速速去将你家大人做的灾情记录取来给本将军。不好了，不好了！就在衙役打算恭迎叶锦兰入县衙时，跟随陶钦信外出巡查的一名衙役狼狈不堪的骑马赶了回来。不好了，大人出事了！你家大人出了什么事？花大姐啊！花大姐？将军，就是那日为您拔剑的花大姐。叶飞郑重其事的回答后，叶锦兰半晌无语。所以那日他拉着这么年轻的一个女人叫母亲。你家大人出了什么事儿？嘿，你倒是快说啊！新堤建成，大人今日心情好，就去了新堤巡查。岂料在大人巡查新堤的时候，新堤忽然被洪水冲塌了。接着说。小的赶回来报信时，还没找到大人。衙门里的人，只要不是老弱病残，全部给我召集起来，
随我去河堤寻找阿信。是，花大姐。救陶青信，事不宜迟，本将军带你前往河堤。请钦差大人稍等片刻，民夫去将马车卸下。花如意话没说完，紧接着一阵天旋地转，他已经被叶锦兰丢上了马背。特殊情况，时间紧迫，得罪了。驾！我是谁？我在哪里啊？花如意一个不留神，身子后倾，狠狠撞进了叶锦兰的怀里。男人身上冷冽的气息一丝丝钻进花如意的鼻中。花如意猛地回过神来，忙不迭抓着马鞍坐正了身子。那个男人是咱们将军吗？是。眼看叶锦兰搂着花如意同乘一骑飞奔离开，叶飞跟一群铁甲兵呆若木鸡。原来将军不是不喜欢女人，而是喜欢比自己年长的女人。将军已经远去了，一个个的还傻愣愣的停在这里做什么？还不赶紧追！叶飞厉喝一声，100名铁甲兵跃上战马，跟着叶飞一起去追叶锦兰。叶飞，带人去查看一下河堤被冲塌的原因。大人，洪水湍急，现在去断堤十分危险，还请大人三思。你是何人？小人姓曹，是负责重筑江淮河堤的监工。叶锦兰没有再理会男人，侧过脸给身后的铁甲兵使了一个眼色，立马便有2名铁甲兵走上前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曹监工控制住。小人乃是永安王的远房亲戚，大人你得罪了小人，便是跟永安王府过不去。叶飞，告诉他本将军是谁。瞎了你的狗眼！站在你面前的便是永安郡王。小的该死，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还请郡王殿下恕罪。将这人拖到一边去，看管起来，别让他妨碍找人。是，将军。找到了，找到陶大人了。花如意猛地扭头，看见2名修筑河堤的工人抬着湿淋淋昏迷不醒的陶青信疾步飞奔而来。阿信，我们俩在下游的河滩上找到陶大人的，想来是陶大人落水之后被浪花卷到了河滩上。我们找到陶大人的时候，陶大人还有呼吸。花如意一边听工人说话，一边敏捷地蹲下身子，抓起陶青信的一只手把脉。公子，你可千万别出事啊！你若是出事了，回京之后我该如何向丞相跟夫人交代呀？说什么？阿信还没死呢。花如意将陶青信的头放歪之后，迅速地动手解开他身上官服的扣子，然后熟练地按压他的腹部。阿信，你说过你要治理好江淮县，如今江淮县水灾严重，整个江淮县的百姓都在等着你，你可不能出事啊！阿信，想想关心你的亲人，你若是出事了，他们一定会很伤心的。看见陶青信吐出来的污水，花如意心头又是一松，再次抓起他的手腕把脉。姑娘，你这是做什么？见花如意一只手捏住了陶青信的鼻子，一只手捏开陶青信的嘴，然后对着陶青信的脸低下头。阿信醒不过来，我只好给他做人工呼吸，这是救治溺水之人最常用的办法。陶大人是男子，姑娘是女子，女子用这个法子救陶大人，恐怕对姑娘的名声有所影响。在医者的眼里，只有病人，没有男女之分。被叶锦兰打断，再加上那1万两银子的事情，花如意心里有些不爽这个男人。在人命面前，明姐，所有事物都要靠边，如此浅显的道理，难道镇北将军不懂？姑娘，本将军不是那个意思。本将军的意思是，在场那么多男子，姑娘大可以将救人的方法说出来，让男子给陶大人做人工呼吸。法子，民妇已经说出来了。镇北将军，有劳你安排个人为阿信做人工呼吸吧。叶飞，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将军，末将能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让给别人吗？不能，你跟随本将军久，做事稳重，将这个任务交给你，本将军才能放心。陶县令是陶丞相的老来子，被陶丞相夫妇视若珍宝。此番你若救了陶县令，消息传回京中，丞相府会对你感激不尽，说不定陶丞相心情一好，就将丞相府的小姐许配给你了。
将军，末将不想娶丞相府的小姐，末将只想一辈子追随你。这是军令。军令不可违，叶飞只好一脸苦逼的从叶锦兰身上收回了目光，在陶金杏身边蹲下身，根据花如意的指使，一只手捏着陶金杏的鼻子，一只手捏开了陶金杏的嘴，深吸一口气，亲了下去。怎么感觉这丞相府的小公子亲着跟大姑娘差不多？哎别呸！叶飞俊脸一红，忙不迭定了定神，然后按花如意的指使，将气息渡到陶金杏的口中。陶金杏感觉唇上有异样，缓缓地睁开双眼，一双深邃黑曜石一般明亮的眼眸猝不及防地闯入了他的视线。陶金杏被惊得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伸手一下子将叶飞推开。大姐，镇北将军。阿信，没事了。河堤坍塌，你被洪水卷走，溺了水。为了救你，不得已，我让叶飞将军给你做了人工呼吸。多谢叶飞将军刚才出手相助，日后在下一定找机会偿还叶飞将军这个人情。小事情，陶公子就不用记挂在心上了。陶公子今日溺水又受了凉，身子虚弱，还是先送陶公子回县衙吧。叶飞，你留下来，带人勘察断堤。是，将军。姑娘，本将军送你跟陶大人回。话还没说完，就见花如意弯下腰，伸手一抄，在他眼皮子底下直接将陶青杏给打横抱了起来。这女人力气真大。大姐，我能走，放我下来吧。别乱动，你现在这个情况，将你交给其他人照顾，我心里不放心。我有的是力气，你又那么瘦，累不着我。咱们俩是姐弟，姐姐照顾弟弟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陈叔不知从哪搞了一件披风，追上来将披风盖在了陶青杏的身上。还不去将你家大人的马牵过来？是，花大姐。很快将陶青杏的马牵到了花如意的面前。驾！看着花如意骑马载着陶青杏离开，颇有几分绿林女好汉抢压寨相公的风范。叶锦兰又没有控制好自己的嘴角。这个女人可真是她活了快30年见过最有趣的一个女人了。陈叔，本将军问你几个问题。将军请问，只要是小人知道的事情，小人一定如实相告。本将军听你家陶大人跟那位花大姐以姐弟相称，他们两位很熟吗？我家大人跟花大姐志趣相投，1个月前结拜为了异姓姐弟。原来是义结金兰啊。那位花大姐家住何处？家中还有何人？陈叔听得一愣，眼神无比诧异的将叶锦兰盯着。传闻镇北将军叶锦兰性情冷漠，寡言少语，手段狠辣，犹如阎王一般。这怎么跟传闻中的不一样呀？眼前这位犹如媒婆一样对他刨根问底的男人，真的是传闻中那位活阎王一般的镇北将军吗？不方便说吗？方便。花大姐家住榆树村，家中有2儿1女，2个孙子1个孙女。孙子孙女儿，那个女人已经嫁人了？是啊。花大姐也是个命苦的，30年华竟然被卖给了一个老头子充血，刚拜了堂，连洞房还没入呢，赵家那老头子就2眼一闭，双腿一蹬，驾鹤西归了。花大姐大好年华变成了寡妇，如今还得照顾老赵家那大家子人。好在花大姐是个有本事的，若是换个女子摊上这样的糟心事儿，怕是早就一根麻绳挂在歪脖子树上吊了。陈叔后面说了什么，叶锦兰压根没听。在听到陈叔说花如意洞房没入成就成了寡妇后，叶锦兰眼神就莫名的亮了起来。眼看花如意已经载着陶青杏走远了，他双腿夹了一下马腹，对着身下的战马冷喝一声。半个时辰后，一行人就回到了县衙。不愧是花大姐，真生猛！大人在花大姐的怀里，柔弱的跟那些大户人家生活不能自理的小妾一般。如此生猛的花大姐，得什么样的男人才能够将其征服啊？叶锦兰出现，
一下子吸引了几名衙役的目光。几名衙役的目光在花如意跟叶锦兰身上来回一转，忽然在心里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花大姐跟镇北将军好像有点般配，都是猛人。都愣着做什么？你们大人落水受了凉，赶紧去吩咐膳房准备炭盆跟热水。是，花大姐。花如意对内衙路线熟悉，抱着陶金杏直奔后衙而去。阿信，自己能将湿衣服换下来吗？花如意将陶金杏放在一把木椅上，然后走去打开衣柜，从柜子里取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出来，递到陶金杏的手边。将湿衣服换下来，待会儿泡个热水澡，我再帮你开个驱寒的方子。有劳大姐了。花如意发现他脸色不对，伸手朝他额头摸去，手心被烫了一下。发热了，得赶紧将湿衣服脱下来。好。陶金杏从椅子上起身，伸手去拿花如意手里的干净衣服，手还没有碰到花如意，身子就虚晃了2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还是找个人帮你把湿衣服换下来吧。花如意拉着陶金杏到椅子上坐下，抱着陶金杏的衣服走到门口，打算找名衙役或者后衙的小厮为陶金杏更换衣服。放眼望去，后衙里空荡荡的，除了站在门口的叶锦兰，一个人影都看不见。他这才想起，除了门口站岗的衙役，衙门里还能喘气的基本都被他刚才叫去河堤寻陶金杏了。镇北将军，有个忙需要你帮一下，给陶大人换衣服。花姑娘，你似乎对本将军很不满，本将军何时得罪了花姑娘？不准叫我花姑娘。姑娘姓花，本将军称呼姑娘为花姑娘，有何不妥？不妥大大的，我已婚，镇北将军可直接唤我的名字。这是阿信的衣物，有劳镇北将军了。叶锦兰抱着陶金杏的衣服站在门口，看着花如意疾步离开的背影，嘴角微不可见的扬了扬。花大姐，你怎么来伙食房了？大人怎么样了？镇北将军在照顾阿信呢，我来伙食房给阿信熬一碗驱寒的姜茶。将姜茶搁在炭炉上熬煮之后，花如意找来纸笔写了2张方子，交给其中一名衙役。按照这2张方子去将药抓回来，一会儿你们大人要用。是，花大姐。花如意忙活了1个多时辰，给陶金杏灌了一碗姜茶，灌了一碗治疗风寒的药，还让陶金杏泡了一个驱寒的药浴。陶金杏的体温可算恢复正常了。大姐，今日真是辛苦你了。刚退热。阿信，你这是要做什么？去见镇北将军，商议赈灾跟修建河堤的事情。水灾严重，新堤又坍塌了，我得去找镇北将军商议，尽快找到解决水灾的方法。你这个样子，就好好给我躺床上歇着，我去将镇北将军给你找来。花大姐，我家公子情况如何了？阿信泡了个热水澡，服了药，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多谢花大姐救我家公子一命，以后我陈叔除了为公子马首是瞻，还为花大姐赴汤蹈火。行了，赶紧进去看你家公子吧。慢着，可知道镇北将军现在在何处？镇北将军现在在公堂。向陈叔打听了叶锦兰所在后，花如意大步流星直奔公堂而去。将军，冤枉了！新堤的图纸是陶大人拿给小人的，小人完完全全是按照陶大人所给的图纸修筑新堤的。新堤忽然崩塌，小人也不知为何，还请将军明察。曹监公，按你的意思，是阿信拿给你的河堤图纸有问题了？花大姐，你怎么来了？阿信醒了，想找将军商量一下赈灾退洪的事情。我见阿信刚醒来，行动不便，便前来寻将军去见阿信。花如意走上公堂，面向叶锦兰俯身一礼后，将目光挪回了那曹监公的身上。那段河堤的修筑图纸，我曾在阿信书房里见过，是很中规中矩的河堤设计。按那图纸修筑河堤，只要不偷工减料，是绝对不会出问题的。将军，属下发现修筑河堤的石料有问题。这是石灰石，
这种石头吸收水分后，会散成粉末或者小块状，不能用于修筑河堤。好你个曹天宝，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将军冤枉呀！小人不知道这石料遇水会散掉，若小人知道这石料遇水会散，借小人100个胆子，小人也不敢用这种石料修筑河堤。死到临头还敢狡辩！叶飞，去将候在外面的副监工跟那几名工人叫进来。是，将军。 5名身穿粗布麻衣的男人就在叶飞的带领之下走进了公堂。草民拜见镇北将军。叶锦兰对着叶飞使了一个眼色，叶飞立马拿起桌案上的白色石料，将石料搁在了那副监工的面前。本将军问你，你可认得这石料？认得。这种石料叫白灰石，江淮一带盛产这种石料，但是这种石料遇水就会散。江淮一带的老百姓只会将这种石头磨研成细粉，用于建灶台或者铺宅院的地面。既然知道这些石料遇水就散，不能用于修建河堤，为什么还要使用？将军，白灰石遇水会散的情况，草民等人已经告诉过曹监工了，是曹监工不听草民等人的劝阻，执意要使用白灰石修筑河堤。曹监工还威胁草民等人，不准草民等人将此事禀报给陶大人。草民等人是冤枉的，还请将军明察。请将军明察。将军，修筑河堤一般是使用花岗岩或者大理石，这2种石料得从采石场购买，这2种石料比其他石料贵。人证物证确凿，将姓曹的拖去菜市口斩了。花如意便见2名铁甲兵像拖破麻袋一样将姓曹的监工拖了出去。花如意看得禁不住打了个冷战，这是活阎王呀，那他还要不要找这个男人兑现那1万两银子？花大姐，花大姐！叶锦兰走到花如意的身边，连喊了花如意2声，花如意才回过神来，看出花如意是被自家将军狠辣雷厉的手段给吓到了。叶飞忙不迭开口帮自家将军说话。花大姐，其实我家将军平时很温柔的，姓曹的这种害群之马不能姑息，否则只会让这种害群之马越来越多。请问将军现在可有空？随民妇去见阿信。有空，花大姐请。在花如意的带领之下，叶锦兰跟叶飞回到了陶清信的卧房。将军，末将忽然感觉有些内急。镇北将军，叶飞将军没事吧？老娘想要那1万两银子啊，可是老娘有点害怕，不敢开口，怎么办？在线等。若是叶飞将军身体不适，在下请大姐为叶飞将军开几副调理身子的药。本将军代叶飞多谢陶大人的好意，叶飞身强体壮，就不劳烦陶大人担心了。眼下灾情严重，当务之急是安顿好灾民跟想办法退洪。朝廷拨给江淮的5000担苞米跟2000担稻米，顶多能够支持4-5个月，得尽快退洪。退洪之后，得尽快发动百姓重建家园，重新搞耕种，不然4-5个月后，朝廷发放的赈灾粮食用完了，将会饿殍遍野，民不聊生。有镇北将军在坐镇江淮，灾后发动百姓重建家园容易。灾后耕种问题，我先前跟大姐已经讨论过了。大姐手里有一种叫做马铃薯的蔬菜作物，这种作物既可以当蔬菜食用，也可以当做粮食果腹，生长周期大概是3个月左右。大姐还说，这种作物的产量非常高，等这场水灾过去后，在下会大力引导江淮百姓种植马铃薯。眼下最令人头疼的就是退洪问题，洪水不退，重建河堤也十分困难，犹如镰刀峡一带，洪水湍急，修建河堤十分的困难。大姐，我书房里有江淮河的地图，地图就搁在书案上，麻烦你去帮我取来给镇北将军看看。好。叶锦兰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追随着他离开的背影，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了门口，才将目光收了回来。本将军冒昧地问一句，陶公子跟花大姐是如何认识的？大姐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不仅厨艺精湛，医术了得，还懂许多在下不曾听闻的事情。跟大姐相识不过短短1个多月，在下却从大姐那里学到了很多。听陶清信说这些，他心里怎么有些隐隐不舒服呢？人家姐弟俩相亲相爱，
关他什么事儿？那个女人的确能力了得，今日抱着陶公子就走，本将军急匆匆赶去帮忙，完全没有出手的机会。本将军活了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力气这么大的女人。今日是因为大姐太紧张在下了，让镇北将军见笑了。力气大挺好的，本将军为何要笑话你们？若我大周的子民都如花大姐一般虎虎生风，对我大周虎视眈眈的几个国家，哪里还敢出手搅扰我大周边境？两人正聊得投入时，花如意拿着地图回来了。叶锦兰前面说的几句，花如意没听见，就听见了最后一句，顿时脸黑了半截。这个给他开了1万两空头支票的男人，莫不是还想将他弄去前线大战？这是江淮河的地图，请镇北将军过目。多谢花大姐。花如意将地图交给叶锦兰之后，就走回刚才坐过的凳子上，一屁股坐下去，习惯性的翘起了二郎腿。镰刀峡的确是地势险要，峡谷东高西低，地势不平，水流湍急，而距离镰刀峡不过几里，却是一片冲积平原，有着大片的农田跟好几个100户以上的大村落。若不彻底将镰刀峡的水患问题解决，以后每次发大水，那一带的百姓跟农田都要遭殃。陶大人，研究了这么久，可有想到解决镰刀峡水患的办法？在下才疏学浅，暂时没有想到。阿信，我有办法一次性解决镰刀峡水患的问题。大姐，请说。镰刀峡水源丰富，常年不干涸，咱们可以在此修建一座大坝，枯水期将大坝水闸打开，用储存的水源灌溉周围一大片农田。有了这座大坝，干旱少雨的年头，百姓就不用那么紧张了。那丰水期呢？丰水期，这座大坝对泄洪完全没有作用，洪水过大，甚至还有可能将大坝冲塌，造成更加严重的灾情。所以，咱们得在此开凿一条人工渠出来。花如意伸手指了指峡谷西侧的山丘，这里地势较低，在这里开凿一条人工渠出来，在丰水期的时候，可将部分水源引走，减轻堤坝跟河堤的压力。而且被人工渠引走的那部分水源，还可以灌溉附近的农田。叶锦兰跟陶清信的脸上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尤其是还不太了解花如意的叶锦兰，脸上震惊的表情尤其明显。这个女人简直就是个活宝。你们俩这么盯着我看做什么？这是根据镰刀峡的地势做出的设想，你们若是觉得这个设想不妥，不采纳便是了，不用这么将我盯着。很好，你的这个设想很好。待洪水稍退之后，本将军便召集人手去镰刀峡开凿人工渠，修筑大坝。将军大人，花大姐，晚饭已经准备好了，请3位移步去偏厅用晚饭。三人走出房门，陶清信就见叶飞站在院子里。叶飞将军，一起去偏厅用饭。多谢陶大人邀请，我不饿，我还有事。陶清信温润的声线传进叶飞的耳中，叶飞再次感觉自己心跳加速，呼吸困难，吓得他脸色一变，忙不迭将目光从陶清信身上收了回来，转身拔腿就溜。叶飞大哥，这马上就要开饭了，你怎么还急匆匆的往外走？我感觉我心脏跳得砰砰砰的，呼吸困难，我想我是生病了，我得出去找个郎中看看，让伙食房帮我留点饭。好。看着叶飞疾步离开。心跳加速，呼吸困难，这是什么病？他怎么感觉叶飞大哥不像是生病，而是对某个姑娘动心了呢？不到1刻钟，花如意就干完了2碗白米饭，将碗筷放下，取出随身携带的粗布手帕，抹了一下嘴。时辰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大姐，我送你。别送了，我又不是对衙门不熟，你还病着呢，坐下吃饭。吃完饭回房好好歇着，今晚一定不能熬夜处理文书了。花如意嘱咐了陶清信一句后，离开了八仙桌，大步朝外走。将军大人，大事不好了！出什么事了？有马贼，大概几十人，朝着新田镇一带去了。从何得知的消息？消息可准确？
是叶飞将军派人来送的消息，叶飞将军已经单枪匹马追去新田镇了。不好，大姐此刻正在赶往新田镇的路上。大姐独自一人，万一在途中遇到了那群马贼，来人备马点兵。是将军。小叔，随镇北将军一同前往，为镇北将军带路。是公子。2刻钟后，通往新田镇的黄泥道上，爷爷，我害怕。西魏大爷，这是我祖孙俩身上唯一的银钱，都给你们，求你们拿了钱财，放过我们祖孙俩。呸，真晦气，耽搁了这么久，就这么几个铜板，还不够打一壶酒。大当家的，我看这小妮子模样生得不错呀。这么俊的小姑娘，卖进窑子里应该能值几个银钱。驾！老人家，地上脏，赶紧起来。眼前的是一群畜生，你跪在地上求一群畜生没有用的。臭娘们儿，你骂谁是畜生呢？谁接话，谁就是畜生。大哥，这小娘子虽然矮了点，一双脚大了点，但是模样生得不错呀。咱们山寨不是正好缺个压寨夫人吗？而且这小娘子屁股大，一看就是个好生养的，抢回去，没准老大你能3年抱俩。矮了点，屁股大，好生养。驴蛋，是你出手的时候了。丫头，你可当心一些啊！我现在只能放出3道雷电。那就放3道雷电，能干翻几个马贼算几个。所谓擒贼先擒王，最好将那马贼头干翻。好。老人家，小妹妹，到我的马车里来。姑娘，连累你了，实在是对不住啊。老人家，您客气了。祖孙俩刚钻进了车厢，一群马贼的头顶上就响起了轰隆隆的雷声。他奶奶的，又要下雨了！老大，赶紧将这小娘子掳了，咱们找个村子避。那马贼头的轻功太好了，丫头，我已经尽力了。接下来得你自己对付这10几个苟延残喘的马贼了。这些人手上都是沾染过血腥的，你当心一些啊。花大姐，你怎么样了？叶飞一路施展轻功追来，远远看见花如意正在跟一群马贼对峙。这才多久呀，这些马贼就被搞得没有人样了。花大姐这是怎么办到的？这些马贼今日出门碰上花大姐也是倒霉。救命啊，叶飞将军！妞妞，谢姑姑救命之恩。是老天爷开了眼，看不惯这群马贼欺凌弱小，下了3道雷电，将这群马贼给劈死了。小妹妹，不用这么跪地感谢我。不，姑姑本可以置身事外的，都是为了救妞妞跟爷爷才招惹上这些马贼。若不是姑姑及时出现，拖延了时间，转移了马贼们的注意力，妞妞就被这些马贼抓走了。你这小妮子懂得还挺多的。小妮子，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了？我姑姑的话，妞妞姓沈，叫沈香云，今年9岁了。沈香云9岁，年纪跟俊哥鹏哥差不多，说不定以后还能说来给俊哥鹏哥当老婆。天色不早了，妞妞跟爷爷赶紧回家。最近这段时间闹水患不太平，妞妞跟爷爷少出家门。叶锦兰正有些出神的将花如意打量着。我知道我现在这副样子不好看，镇北将军也不用如此直勾勾的将我盯着。花大姐误会了，本将军并没有嘲笑花大姐的意思。花大姐不畏马贼，见义勇为，出手救下这对祖孙，让本将军甚是佩服。你若是佩服我，就将那1万两银子兑现了。叶飞，这是怎么回事？
将军，您欠花大姐1万两银子的事情，末将也不知道啊。镇北将军重伤，我为镇北将军疗伤，叶飞将军给了我赏银1万两。叶飞将军可还记得此事？1个月前的事儿，我自然是记得的。难道是我给花大姐的银票有问题？问题大了去了。叶飞将军给我的是京城汇通银号的银票，而整个大周只有一家汇通银号，远在京城。我拿着银票在江淮县1个铜板都兑换不了，现在还是个穷光蛋啊！瞧你干的好事。将军，当时您身上就只有那些银票，末将只能将那些银票给花大，还不赶紧给花大姐道歉？抱歉，花大姐。花大姐，眼下本将军手里也没那么多现银，等这场水患过去，官道他方的地方都疏通了，本将军修书一封送回京城，让汇通银号将银子送来江淮给花大姐。花大姐意向如何？那就有劳镇北将军了。这个女人跟母亲一样爱钱，将这个女人弄去京城，说不定这个女人能够跟母亲成为忘年之交。应该的。时辰不早了，花大姐，本将军送你回榆树村吧。不用了，将那1万两赏银给我兑现就成，送我回去就不必了。我一个寡妇跟将军一道走，怕辱没了将军的美名。你们2个护送这位老人家跟小姑娘回家。叶飞，你带上其他人四处巡查一下，看是否有漏网的马贼。是，将军。这个男人故意将属下都支开，是要搞什么名堂？若不是清楚以自己的身高、长相跟身份，他都要以为眼前这个家伙是看上他了。花大姐，镰刀峡水利工程还需要你，你不能出事。时辰不早了，赶紧上车吧，本将军送你回榆树村。那就有劳镇北将军了。二娘，二奶奶，东升他二娘，你可算回来了。村长，东升，你们这是要做啥去？二奶奶，这么晚了你还不回家？我们都以为你出事了，准备出村去寻你。今儿有点事，在县城耽搁了，所以回来晚了，让大家担心了。村长，我没事儿，你让大伙都回家歇着吧。东升他二娘，你可真行！我们按照你画的图纸，在村长的带领之下挖渠排洪，这才1天的时间，河沟的洪水就退下去大概1尺了。这些人屁都不懂，还说你的办法不行。好在村长看懂了图纸，带着大伙儿开干了。东升二娘，你吃饭了没啊？我家锅里还有剩饭，若是没吃，去我家吃啊。我家也有剩的，去我家吃吧。田宝根跟一群村民这才留意到跟花如意一同进村的男子。二奶奶，你这是把天上的神仙给带回来了吗？靖哥，这位是叶公子，是二奶奶在县城结交的朋友。原来是二奶奶的朋友啊。二奶奶，按照辈分，我是不是应该称呼你的朋友为叶爷爷？你这熊孩子，胡说八道什么呢？叶公子才20多岁，比你爹还年轻呢，哪能换叶公子做爷爷？这样吧，叫叶大叔。大叔好，谢谢大叔送我二奶奶回家。这一声洪亮的大叔叫得叶锦兰心里无比纠结。这小子管花大姐叫二奶奶，管她叫大叔，转化一下思路，岂不是他得管花大姐叫大婶儿？多谢叶先生送我家二娘回家，远道而来的都是客，请叶先生随我回家小酌一杯。好啊。村民散了之后，叶锦兰鬼使神差的跟着花如意等人到了老赵家。这就是我家了，叶公子，里面请。叶锦兰跟着花如意走进院子，目光在院子里扫了一圈。小院不大，但收拾得很整洁，即使院子里湿漉漉的，看着也能给人一种温馨舒适的感觉。花大姐，你家院子外种的那些是何花卉？那叫芦荟，也叫牛舌头。花如意身上全是泥，回了叶锦兰一句后，就朝着厨房走去。老大老二，原地，我打水回屋梳洗换身衣服，你们帮我招待一下叶公子。罗氏炒了2个菜，温了酒。
赵东升兄弟跟花如远陪着叶锦兰在厨房小酌。2刻钟后，花如意一身清爽的出现在了厨房。时辰不早了，老大老二远弟，你们别再缠着叶公子了，叶公子还得赶回县城呢。多谢花大姐跟3位款待，时辰不早了，叶某是该……二娘，天色这么晚了，雨又下那么大，叶公子现在离开回县城，恐怕路上会遇到危险。没错，下这么大的雨，视线模糊，而且叶公子又喝了酒，属于酒驾。大姐，不如让叶公子今夜留下来，明儿一早再回县城吧。我没意见，你们3个商量一下，看看让叶公子跟你们仨谁一起睡。我不挑床，找个地方给我打个地铺就是了。那就委屈叶公子了。他接过叶锦兰的话，将罗氏叫到自己身边。老大媳妇儿，去找些麦草，拿一套被褥，在堂屋里给叶公子打个地铺吧。是，阿娘。宿主为解决榆树村水患出谋划策，获得2000经验币奖励，恭喜宿主！宿主今日救了陶清幸，获得5000经验币奖励，恭喜宿主！宿主今日为镰刀峡水利工程出谋划策，获得3000经验币奖励，恭喜宿主！宿主今日见义勇为，救了沈香云祖孙俩，获得2000经验币奖励，恭喜宿主！宿主今夜收留镇北将军叶锦兰，获得2000经验币奖励，恭喜宿主！嘿嘿，丫头，开不开心？高不高兴啊？啊？蠢蛋，你还好吧？丫头，你今晚吃错药了？花如意忽然温柔，吓得驴蛋扇动翅膀，拉开了跟花如意之间的距离，防备的将花如意看着。你才吃错药了！哎，真心实意关心你，你竟然看不出来？就这点道行，还敢说自己是修炼了万年，距离变身神龙只有1步之遥的蛟龙？瞧见了花如意眼中那一丝真挚的关怀，驴蛋心里松了口气，同时心里狠狠一暖。万年以来，想抢夺他蛟龙珠，夺他修为的妖魔鬼怪人类很多，关心他的却没几个。这丫头嘴巴说话虽然一点都不好听，但心底比谁都善良。放了3道雷电而已，消耗了一些能量，还死不了。丫头，你这次做了几件天大的好事，积攒了大功德，我沾你的光，也获得了很大的好处呢。什么好处啊？今夜醒来之后，我感觉我的力量比之前强大了少。花如意忽然听到嘣的一声，她定睛一看，眼前没了巨蛋，一条长着翅膀、爪子跟冠子升级版的蛇漂浮在她眼前。你是蠢蛋？啊！丫头，我恢复蛟龙本体了。真好看，真可爱。嘿嘿，那是当然，我是我们蛟龙一族最帅最亮的仔。不愧是我的蠢蛋。吾乃蛟龙一族的苍岩。丫头，我已经恢复了本体，以后你不能再管我叫蠢蛋、驴蛋、王八蛋了，这样的称呼实在太丢蛟龙一族的脸了。常言。花如意险些没忍住笑出了声，瞧了一眼身边躺着的赵秋菊，忙不迭将嘴巴闭紧了。你确定这个名字比驴蛋好？哎呀，是苍岩，苍松的苍，炎黄子孙的炎，不是常言呐。常言、苍言听着差不多嘛。好好好，苍言就苍言，我以后管你叫苍言行了吧？哼，这还差不多。苍岩从眼前消失后，
花如意一脸激动的迅速进入系统商城，输入密码查看自己的经验币财富值。经验币财富值是4个0加1个3，将这段时间赚的经验币加起来整整3万。3万经验币可以从系统商城里兑换很多东西了。想到水灾后自己可以大展拳脚，于是花如意激动的半宿没睡着。第二天早上，赵秋菊睁开双眼，扭头一看，二娘，你这是咋了？哪里不舒服啊？没事，高兴的半宿没睡着。是不是叶先生昨夜在咱们家住下，二娘高兴坏了？啊？赵秋菊这个女人怎么会有如此新奇的想法？难道是这个女人春心荡漾，被叶锦兰的美貌给迷惑了，相中叶锦兰了？秋菊，你觉得叶先生此人如何？啊，挺好的呀，人长得好，言行举止好，待人温和友善，是个不错的男人。秋菊啊，你当真这么认为？是啊，二娘的朋友肯定都是好人。二娘，天色还早着呢，你昨晚上没睡好，就再睡片刻，有我跟大嫂3舅母烧饭就是了。赵秋菊没有仔细看花如意脸上的表情，穿好衣服，套上鞋子就往外走。花如意往床上一挺，重重地叹了口气。虽然熬了夜，但半点困意没有。闺女看上叶锦兰那个活阎王了，叫她这个做二娘的如何能睡得着？花大姐，早上好。花如意看了她一眼，眉头微皱，真是好看的像只开屏的公孔雀，难怪秋菊栽了。将军早，将军昨夜睡得可好？叶锦兰面露笑意，这么关心她，真是一个热心肠的好女人。本将军还有要事，就先告辞了。啊，将军，您稍等一下。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赵秋菊领着叶锦兰去了院子里。花如意有些担心，赵秋菊第一次追男人，没有经验，热情奔放过了头，忙不迭放下碗筷跟了出去。将军，民女看你挺喜欢这些芦荟的，这颗芦荟请将军带回去。这芦荟作用很大，不仅可以当花卉欣赏，还能美容养颜。听二娘说，芦荟对烫伤还有很好的疗效。多谢赵姑娘。这芦荟啊，是从山上挖回来的，不值钱，将军不用客气。赵秋菊将一株带根的芦荟递给叶锦兰后，将军，民女的二娘是个好人，既然将军是民女二娘的朋友，民女能否请将军平日里在县城照顾一下民女二娘？二娘她经常独自前往县城办事，民女心里有些不放心。虽然二娘能力出众，但始终是女子啊。本将军在江淮县这段时间一定会竭尽全力护花大姐周全。多谢将军，将军您真是个好人，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花如意打量着赵秋菊，微微摇头，嘴里啧啧啧地感叹了2声，笑得跟朵喇叭花似的。看来两人聊得很投缘，看来他得加快脚步赚钱，准备嫁妆嫁女儿了。叶锦兰离开后的1个时辰，天空又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孩子们去隔壁上学了，有劳动力的带着斗笠披着蓑衣，跟村长等人去村外挖渠排洪了。二娘，你这是要做啥呢？做一种叫做水泥的东西。我在外面听人说，这种东西用来修筑房屋、河堤、搭建灶台都是顶好用的。那人将配方告诉了我，我现在将配方写下来，免得时间久了忘记了。普通水泥的制作配方很简单，以石灰石、粘土、铁矿粉为主要原料，这3种原料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磨粉，再将研磨好的生料送入炉子中煅烧，最后将煅烧后的熟料跟石膏按照比例混合磨细，就得到了建筑所用的水泥。若是能将水泥制作成功，可以向叶锦兰推销水泥，赚叶锦兰跟朝廷的银子，而且还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儿。半个时辰后，雨停了。二娘，天上的乌云还没散开呢，这雨
怕是待会儿还得下。你这是要出门去哪儿啊？啊，我去山上地头转一转，1-2个时辰后就回来。老二家的，你挺个大肚子，别满院子乱走，雨天地滑，容易出意外的。豺狼岭这个名字虽然不好听，但豺狼岭上的资源是真的挺多。花如意打算上山去转悠一圈，说不定运气好能寻到制作水泥的原料。将军，您回来了。去找一个好看的花盆，将这个种上，放到本将军的房间里。将军，这东西哪里来的？榆树村。将军，昨儿晚上您留宿花大姐家了？让你做事你做便是了，问那么多做什么？是将军。昨日那群马贼的来历你可打探清楚了，可还有漏网之鱼？末将打探清楚了，昨日那伙马贼是狂风寨的。昨日下午，末将已经带人去将狂风寨给一锅端了。留守山镇的马贼被末将押解到了县衙，一共有20多个，现在被陶大人关押在县衙大牢里。稍后去大牢告诉那些马贼参与江淮河堤修建，本将军饶他们死罪，否则一律秋后问斩。是将军。持本将军的虎符，立刻前往边境军营调兵5000，限你10日之内领兵将江淮一带的山头都搜查一遍，解决所有的废患，保江淮百姓平安。是将军。叶飞拿了兵符，正打算离开，叶锦兰想起了什么，又将他叫住。陶大人病情如何了？听陈叔说，陶大人已经没有大碍了。你似乎很怕陶清信。将军，以后你想让末将上刀山下火海，末将眼睛都不会眨一下。给男人做人工呼吸这种事情，求将军您别再安排末将了，末将办不到啊。虽然陶公子生的比女人还好看几分，但末将心里只喜欢女人呀。现在末将见了陶公子，总能想起那天河堤做人工呼吸的事情，然后就觉得心跳加速，呼吸困难，浑身上下不得劲儿。末将去看了郎中，郎中说末将这是患了严重的心理疾病。辛苦你了。等回京述职，本将军去给陶丞相说你救了陶公子，让陶丞相好好的感谢你一番。陶公子是陶丞相的老来子，你此番救了陶公子，说不定陶丞相为了感谢你，直接将丞相府的小姐许配给你。末将不奢望娶丞相府小姐，也不奢望陶丞相的感谢，末将只希望将军以后别再安排末将给男人做人工呼吸了，末将心里真的好难受呀。好。瞧他那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叶锦兰嘴角微微一抽，同情的应了一声后大步回房更衣。叶飞看着他大步流星离开的背影，心里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再给男人做人工呼吸，他都要患苦难症了。老大老二，远弟，你们这是作何去？二娘，可算看见你了。老二家的说你上山了，我们见天都快黑了，你还没回家，有些担心，便前来寻你。抓兔子忘记了时辰，让你们担心了。你没事就好。听老二家的说你要做水牛，今儿上山可是为了寻找做水牛的原料。是水泥，不是水牛。这是一种可以用于建房子、修河堤、搭建灶台的好东西。原材料呢是白灰石、铁矿粉跟粘土。我今儿在豺狼岭外围转了一圈，发现咱们豺狼岭有白灰石跟粘土。回到家，罗氏他们正在烧饭，几个孩子下了学，正在院子里玩耍。娘，爹、二叔跟三舅爷将二奶奶找回来了。哇，二奶奶你好厉害呀，又抓了兔子。大姑，这2只野兔好可爱呀，能不能养起来？大姑，我可以照顾好小兔子，我还可以摘野菜喂小兔子，不用大姑操心。小满，你是吃可爱多长大的吗？啊？大姑，可爱多是什么呀？小满才不是吃可爱多长大的。小满是被爹娘跟大姑养大的，等小满长大之后，一定好好孝顺爹娘跟大姑。看在小满这么乖巧懂事的份上，这2只兔子就不杀了。老大老二远弟，你们仨抽空做一个养兔子用的圈。哼，谢谢大姑，大姑你真好。
几个孩子乐呵呵地将2只活兔抱去了堂屋，用镂空的竹篾箩筐暂时将2只兔子关着。花如意在堂屋门口站了片刻，笑着转身去厨房打水。她将身上收拾干净，换了身衣服，从房间里出来。罗氏几个已经将晚饭烧好了。巧莲，你怎么不吃啊？是不是身上不舒服？香喷喷的爆炒兔肉上桌，其他人都吃得津津有味，就李氏握着竹筷半天不动，一脸心事重重的表情。老二，还吃？没见你媳妇儿情况不对吗？巧莲，是不是你娘家人传话来了？我没事儿，二娘、春来哥，你们别担心。就是昨儿晚上没睡好，今儿精神有些不好。李氏说昨儿晚上没睡好，赵春来怕花如意误会，忙不迭解释。二娘，这段时间我可没有再折腾巧莲了。孩子们都在呢，给我说话注意点分寸。巧莲，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你娘家人让人传什么话给你了？哎呀，最近水患严重，我娘家人让人传话给我，说柳树村的农田全部都被洪水淹没了，他们没吃的了，让我想办法给他们送粮食送钱去。二娘，咱们家的银钱是你辛辛苦苦赚的，我是不会拿咱们家的钱去接济娘家的。老二家的，你觉得你娘家的人值不值得咱们出手相帮？不值得。我在娘家时，他们便将我当牲口看，最累最脏的活儿都是我的。我嫁人后，他们完全不顾及我，时不时上门打秋风，恨不得将我榨干，这样狠心，没当我叫人看的娘家，不要也罢。我知道怎么处理了，安心吃你的饭吧，不用再纠结了。李巧莲，你个死丫头，长本事了呀啊！现如今老娘找人带话给你，你都懒得回复了，你个没良心的赔钱货！娘，你老消消气儿，巧莲她现在有男人撑腰了，自是不将咱们老李家放在眼里了，你老骂也没用。上次我跟二狗哥上门，话还没说几句呢，就被巧莲跟她男人以及她那个凶神恶煞、长着一双大脚、粗俗又丑陋的二娘撵出了家门。凶神恶煞，长着一双大脚，粗俗又丑陋。花如意放下碗筷，挑眉似笑非笑的看向厨房门口，眼神阴森森的，吓得厨房里的大大小小齐哆嗦了一下。完了，二娘要发飙了，有人要搞大霉了。老大，还不去将我的土狗宝刀提来？土狗宝刀。赵老大顺着花如意的目光朝着灶堂前看去，明白了花如意所说的土狗宝刀为何物后，赶紧起身去将宝刀拎了过来，递给已经站起身往外走的花如意。哼，真是说曹操到啊！这个女人是榆树村第一悍妇巧莲她二娘，这个女人怎么变得这么漂亮了？李二狗，你盯着那个女人看什么呢？张氏回过神来后，发现李二狗双眼直勾勾的将花如意盯着，只差流哈喇子了，气得伸手拎着李二狗的耳朵转了个圈儿。你个臭婆娘，你想谋杀亲夫啊！你个杀千刀的张大花，你竟然拎我儿子耳朵！土狗宝刀用不着了，老大，拿进屋放着。半盏茶后，院子里安静了下来。李二狗左边脸上一道明显的指甲抓痕，右边脸上一道明显的指甲抓痕，无比对称。张氏衣衫凌乱，头发乱得跟鸡窝一样。孙氏跟他比没好多少。看着狼狈不堪的三人，挺着大肚子站在门口的李氏，眼中浮现出了浓浓的失望之色。李巧莲，老李家都快穷得揭不开锅了，我今儿就问你一句，你借不借钱，借不借粮啊？你若是不借，以后我就没你这个闺女了。老二，去将你媳妇扶着些。李巧莲，你别给我装模作样。哎呦，娘，我好痛啊！你们最好祈祷巧莲跟孩子没事儿，否则我定让你们老李家付出代价。老大，原地将这3个垃圾丢出去，
以后这3个垃圾再上门，直接打狗棍赶出门。二娘，我肚子好痛啊！我的孩子会不会有事老二，再送一些热水进来，然后你们所有人都出去，将房门紧闭，没有我的允许，不准任何人闯进来。是，二娘。随着他动了一下意念，套在手上的纳戒浮现出来。花如意从纳戒之中取出那套手术工具。苍岩，你来的正好，去门口给我守着，在手术完成前不让任何人闯入。有了苍岩在门口护法，花如意安心了许多，迅速兑换了麻醉剂，净了手，戴上医用的手套，再从手术用具里找到注射麻醉剂的针管，熟练地将麻醉剂注射入了李氏的体内，将已经露出脚的婴儿推回了李氏的子宫内。花如意拿起手术刀，熟练地抛开了李氏的小腹。大概2刻钟后，一声略带虚弱的啼哭声在房间里响起。生了，生了！赵春来激动地在外面拍门，好在有苍岩守在门口，不然就让赵春来闯进来了。二娘，巧莲跟孩子情况怎么样？想巧莲跟孩子没事，老二，你就先给我把嘴巴闭上，我收拾完自然会给你开门。二娘还有心情朝我吼，说明巧莲跟孩子平安无恙。门外众人又等了大概2刻钟，听得吱呀的一声，紧闭的房门总算打开了。二娘，巧莲生的是个啥？生了个人。二娘，我不是那个意思，不管巧莲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我都喜欢。我就是想知道巧莲生了个啥。是个女孩。女孩好，女孩长大了会心疼人，女孩长得像巧莲，漂亮温婉可人疼。二娘，我能抱抱孩子吗？花如意轻手轻脚的将孩子放在他怀里。羊水破后，这孩子憋在肚子里太久了，出生后有些虚脱。老二，你动作轻点儿。大嫂大哥，三舅三舅妈，你们也抱抱这个孩子吧，我去看看巧莲。哇，出太阳了，出太阳了！太阳出来了，咱们村就不会再被洪水淹没了。小妹妹昨天晚上出生，今天早上就出太阳了。小妹妹真是个小福星呢。二奶奶，你说是不是？是。接连下了1个多月的雨，世界都快发霉了。小丫头一出生，今儿个就见了阳光，没准小丫头真是个小福星。老二，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二娘，啥事啊？我给你小闺女想好名字了，叫赵福星，你去跟你媳妇商量一下，看行不行？福星好，福星高照，巧莲一定会喜欢的，谢谢二娘。赵春来就征求了李氏的意见，从屋里出来了。二娘，巧莲没意见，小闺女儿就叫赵福星。小丫头昨儿傍晚出生，今儿早上就见了阳光，可不就是咱们家的小福星吗？早饭后，赵春来套好马车，等着花如意出发。花如意回屋，将昨日写的水泥配方叠好，揣入怀中。大姐，按你这个配方做出来的东西，用于建造河堤，真的可以使河堤坚不可摧吗？这世上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坚不可摧，但按我这配方制作出水泥，用水泥浆建造河堤，能大幅度提高河堤的使用时间，翻修一次河堤使用30-40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如此绝妙的配方，不知花大姐从何得来的？实不相瞒，不久前我掉了一次茅坑，醒来之后冥父这脑子里就多出了很多东西，冥父将此视为天授，这水泥配方便是冥父脑子里的东西。将军若是不信冥父，大可以等冥父与阿信按照此配方将水泥制作出来了，将军找人试一试，水泥修筑河堤好与不好，一试便知。大姐，我相信你。大姐今日拿着配方来找我，可是需要我做什么？大姐尽管吩咐，只要是我能力范围内的事情，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助大姐。本将军也不是不相信花大姐，大周境内河流众多，
可没有一条河的河堤使用可长达30-40年。听了花大姐刚才说的话，本将军对花大姐手里的水泥配方感到很好奇，就多问了一嘴，并非怀疑花大姐手里的配方不行。陶大人，可否将配方递给本将军过目一二？陶钦信这才回过神来，将水泥配方递给了叶锦兰。白灰石、粘土以及石膏，在江淮一带能够找到，但是铁矿，江淮一带以及周边的郡县都十分的稀少，所以民妇才赶来江淮县找将军跟阿信商量。本将军知道一个地方盛产铁矿石，而且距离江淮县也就1天1夜的车程。什么地方？我出水泥配方跟粉碎矿石的工具，将军跟阿信出本钱，赚钱之后咱们平分。将军阿信，你们觉得如何啊？利国利民还能赚钱，本将军觉得很好。将军可知铁矿石的价格？石灰石、粘土跟石膏都能够在江淮一带就地取材，咱们只需要付人工费。若是铁矿石价格不高，这门营生就不需要投入太多的银钱。铁矿石是炼铁、制造兵器的原材料，价格不可能不高，而且是几个大国稀缺的东西。遇到战事吃紧的时候，甚至可能出现有钱都买不到铁矿石的情况。所幸的是，眼下大周跟韩国已经休战，想要从那个部落购买铁矿石应该不成问题。本将军跟那个部落的首领有些交情，本将军亲自去一趟，1两银子1000斤铁矿石，这个价格应该能谈拢。如果1000斤铁矿石真是将军说的那个价，那阿信跟将军就各自先投入200两，若是不够，咱们后期再追加投入。阿信跟将军意下如何？这是200两银子的银票。花如意接过银票，仔细瞧看。放心，这次不是汇通银号的。阿信，你负责管钱记账。成。稍后我吩咐小叔去一趟钱庄，将银票兑换成碎银子，方便使用。不知将军跟大姐何时动身前往部落购买铁矿石？铁矿石有好几种，制作水泥需要什么样的铁矿石，本将军不甚了解。此番还请花大姐随本将军一同前往塔吉尔部落。将军先招工吧，3日后咱们再动身前往塔吉尔部落。没问题，3日后花大姐来县衙找本将军便是。到晚上吃饭的时候，花如意坐桌上，向全家大大小小宣布了明日一早要出门的事情。二奶奶，你这是要去哪里啊？能不去吗？我听夫子说最近有马贼出现在咱们新田镇，我宁愿咱们家穷一点，也不想二奶奶出事。二奶奶能不能不去啊？大姑，我也不要你离开家。花小满更是将碗筷放下，走到花如意的身边。大姑，咱们家养的兔子跟小鸡，娘说兔子跟小鸡长大了，咱们家就能有很多兔子跟小鸡，还会有很多鸡蛋。大姑，你别去了，咱们以后有兔肉、鸡肉跟鸡蛋吃，不会饿肚子的。小满下学后会努力干活，跟娘多割一些草，回家养兔子跟小鸡，这样兔子跟小鸡很快就能长大。最近是有马贼出没，但咱们江淮来了一位厉害的钦差大人，那些马贼全都被钦差大人抓起来关进县衙大牢了。大姑，你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大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小满若是还不相信，可以问问二表哥，二表哥知道这件事。是的，钦差大人就是那位叶先生，叶先生派人搜山，将那些可恨的马贼都抓了起来，现在县衙大牢里关押了几十个马贼呢。那些做过杀人放火事情的马贼已经被叶先生下令拉去菜市口斩首示众了，现在咱们江淮县很安全。哦，原来叶先生是朝廷派来江淮的钦差呀，难怪叶先生看上去跟普通有钱人不太一样。叶先生真是个好官，将咱们江淮县的马贼都关进了县衙大牢。叶先生真厉害。自从叶锦兰那日离开后，赵秋菊这妮子便没有在他面前念叨过叶锦兰，一次都没有念叨过，仿佛叶锦兰从未来过榆树村。他还以为这妮子已经将叶锦兰忘了呢。瞧着笑得满脸春光的样子，哪里是将叶锦兰忘了，
分明是暗戳戳的将叶锦兰装进了心里。二娘，你一直盯着我看做什么呀？难道我脸上有脏东西啊？你脸上没脏东西。为李氏接生，保住2条生命，获得1万经验币，恭喜宿主。花如意刚坐上马车，屁股还没落稳呢，激动的她差点从车头栽了下来。啊，不就是1万经验币吗？丫头，你用得着这么激动吗？你一条刚破壳的蛟龙，不懂我们人类的喜悦。小兔崽子，你别跑！姑姑，你的马车借我躲躲，好不好？啊，谁允许你进我的马车了？知不知道往马车上撞是会出人命的？你爹娘呢？姑姑，我不是故意往你马车上撞的，有坏人追我。我看姑姑你是个好人，姑姑你就帮帮我吧。姑姑，你那么漂亮，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姑姑，你这次帮了我，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小小年纪这么会拍马屁，谁教你的？我爹教的。我爹说，出门在外遇到困难时，说点好听的话，总会有人愿意出手帮你的。这话，你爹说的倒是没错。姑姑，这么说你是愿意帮我啦？快追，别让那小兔崽子跑了。待在里面别出声，顺便想想以后如何报答我。姑姑，我还没媳妇，等我长大了，我娶你做我媳妇。臭娘们儿，可有看见一个身穿异族服饰，大概这么高的小男孩从这里经过？花如意刚将小男孩藏进马车须臾，5名身穿短打、身材魁梧、凶神恶煞的男人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有条件，朝那边去了。刚刚跑过去的，几位大哥赶紧去追吧。那孩子跑得可快了，再晚一会儿，怕是追不上了。谅这说话舌头都捋不直的娘们儿不敢骗咱们。跟我走，一定要将那个小兔崽子给抓住。几名壮汉一阵风似的从花如意的眼前消失。我叫塔吉宇，谢谢姑姑的救命之恩。旋即解下脖子上的银锁，将银锁递给了花如意。这是做什么？定情信物啊。你个屁大点的小孩，知道什么是定情信物吗？知道的，不就是送给媳妇儿的东西吗？姑姑，你快将这只银锁收下，等我长大了，我就骑着白马，敲锣打鼓，八抬大轿的来娶你过门。对了，姑姑，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家住什么地方呢？你得告诉我，我长大了才能找到你。哎呀，等你长大了，我都成你奶奶那样了。别闹了，趁着那些人还没追来，你赶紧离开这里，去找你家人。姑姑，我找不到回去的路了。你找不到回去的路了？那你住在什么地方？可还记得？告诉我，我送你回去。我跟我爹住在城里的一家客栈里，但是我不太认识这里的文字，不知道那家客栈叫什么名字。饿了？啊，早上吃的东西，中午跟下午还没吃呢。我先带你去吃点东西，然后再送你去官府，让官府的人出面帮你找家人。不用报官。塔吉宇忽然跳下马车，朝着旁边的青砖墙走去。花如意坐在马车上，看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块黑色的小石头，用那黑色的小石头在青砖墙上画了一个类似牛头的图案。我留下这个图案，我爹会循着图案来找我的。累了吧？我吩咐伙计送些热水上来，你洗抹一下，上床睡觉吧。在这里睡吗？哎呀，又不是叫你光着屁股蛋子洗，你害羞什么？男女授受不亲，男人不能跟女人一起睡，睡了女人就会怀孕。这里就只有一张床，我还没娶姑姑过门呢，不能让姑姑怀孕。小屁孩，谁告诉你啊？女人跟男人一起睡了就会怀孕啊？我爹告诉我的。你爹胡说八道，女人跟男人睡一起并不能怀孕，你长大了就知道了。再说了，你现在还算不上是男人，
乖乖听话，在屋里等着我，我一会儿就回来。谁呀？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在下是塔吉宇的父亲，有劳姑娘照看小儿，不胜感激。请几位在门口等着，我去将小屁孩叫醒。若小屁孩承认你们，我才能让你们将小屁孩带走。花如意走到床前，伸手将睡得跟猪儿一样的小屁孩抱了起来。姑姑，是不是药铺那些打手又追来了？不是，有几个人找你，其中一个男人声称是你爹，那几个人就在门口，你快看看，那人是不是你爹？爹，你来的可真快。你们可以进来了。臭小子，亏你还知道给老子留暗号。找不到你们还不知道给你们留暗号，那我不成傻子啦？臭小子，你还敢跟老子顶嘴了？是你说的，男人要活得有血性。我是让你活得有血性，不是让你羽翼未丰，本事没长，就一个人到处乱跑瞎逛。我不瞎逛，怎么能遇到姑姑这么好的人？姑姑，我要跟我爹回去了，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住在什么地方？等我长大了再去找你。姑姑姓花，叫花如意，家住隔壁江淮县新田镇的榆树村，欢迎你以后到榆树村去找我。我一定会去的。爹，我今天被人追着打，是花姑姑救了我。俗话说得好，小孩子欠账亲爹还。我现在还没成年，你是我爹，你得帮我感谢一下花姑娘的救命之恩。多谢花姑娘近日仗义出手，救下了小儿，这是在下的一点心意，还请花姑娘不要嫌弃。花如意瞅着银票，有些眼馋，但是不好意思接。花姑姑，我看你挺穷的，咱们俩一起住店，你却只舍得开一间房。我爹挺有钱的，这些钱对我爹来说不算什么，你就收下吧。他挺穷，他挺穷。花如意满脑子都是这3个字儿，郁闷之下，伸手接过了塔吉赞手里的银票。爹，昨天晚上我娘托梦给我了。别每次求老子办事就将你娘给搬出来，你娘都死了8年了，九泉之下还不得安宁。这次是真的，昨天晚上我娘真的给我托梦了。我娘说，爹你一直不续弦，她在九泉之下心里很是过意不去，担心爹你以后老了，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有什么话就直说，别在老子面前拐弯抹角。爹，我就是想问问你，晚上空虚不？寂寞不？想不想再找个媳妇暖被窝，晚上陪你说悄悄话？如果爹有这方面的打算，我推荐花姑姑。花姑姑看着年纪跟爹差不多，长相虽然称不上是绝世美女，但也是小家碧玉，端庄大方。最主要的是，花姑姑侠骨柔肠，心地善良，还很有趣。这小子不到2岁就没了母亲，为了弥补这小子失去的这份母爱，他这个当爹的对这个小子就格外的宠爱。这些年试图接近他的女人，一个个不是被这小子放狗吓走，就是被这小子用蛇吓走。跟客栈里的那个女人才相处了仅仅几个小时，竟然在他面前如此夸赞那个女人。爹，你听了倒是给我点回应呀。若不是我年纪小不能娶老婆，哪还有爹你什么事啊？我现在就带着聘礼去客栈求娶花姑姑了。臭小子，毛还没长齐呢，就想着娶媳妇儿了。我毛没长齐，所以才让爹你将花姑姑娶回家做我后娘啊。爹，我真的很喜欢花姑姑，你就答应我吧。其他事情爹能够答应你，但是这件事情不行。那位花姑娘年岁跟爹差不多，怎么可能还没有嫁人呢？按照大周这边的习俗，女子15及笄后就能够穿上嫁衣嫁人了。那位花姑娘若当真已经30出头了，怕是过不了几年就能够抱孙子了。花姑姑没嫁人。刚才在客栈，我对花姑姑说，等我长大了娶她。当时花姑姑对我说，等你长大了，我都老成你奶奶那样了。花姑姑能这么对我说，一定还没嫁人。就算你花姑姑没嫁人，人家也不一定能够看上你爹我这个带着你这个拖油瓶的官夫。随我回客栈，好好洗洗睡吧，别再想那些有的没的。啊。
丫头，快醒醒！苍岩，外面发生了什么？有10几名刺客闯入后衙，行刺你隔壁的那个男人。叶锦兰是秋菊那妮子相中的男人，她未来的女婿。作为丈母娘，她可不能让叶锦兰死在那些刺客的手里。喂，丫头，你这是要干啥去啊？出去救我女婿啊？那个男人何时成了你女婿了？照秋菊看上的那个男人，我迟早会让那个男人成为我女婿。花如意穿好鞋往外冲了2步，不幸被蓝色的结界给弹了回来。苍岩，赶紧将结界撤了，不然我出去只能为那个男人收尸了。啊，你不是很怕死吗？现在外面那么多刺客，全都是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比你之前遇到的那些马贼厉害多了。你现在怎么不怕死啦？不是，怕死归怕死，但我不能见死不救啊，让秋菊伤心啊。上次救了那个男人，获得了1万经验币的奖励，这次若是我再救了那个男人，兴许还能被系统奖励1万经验币。嘿嘿，丫头，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吧？被你看穿了。你出来做什么？赶紧回屋。废话少说，专心迎敌。2刻钟后，10几名刺客尽数被灭，后衙里尸横了一地，弥漫着一股子浓浓的血腥味。叶锦兰收起青幽剑，2步并成1步走到花如意的身边。你没事吧？没事。尼玛，这个男人真是个妖孽，行走的荷尔蒙，难怪赵秋菊那妮子被这个男人迷得七荤八素的。我又没参战，我能有什么事呢？2人正聊着，一名刺客忽然从地上爬了起来，晃晃悠悠2下，手持长剑朝叶锦兰刺了过来。叶锦兰，小心！将叶锦兰推到了一旁，旋即自己向着刺客冲了过去。他奶奶的，还要做一下垂死挣扎！我媳妇儿真厉害，我媳妇儿力气真大，背靠媳妇儿好乘凉。半个时辰后，整个县衙上上下下40、50号人都醒了过来。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些刺客是冲着我来的，陶大人是被我牵连了。流星门的刺客，但是幕后主使应该是韩国3皇子韩明义。韩国不是已经向我大周递交了议和书了吗？这个时候韩明义派人刺杀将军你，对韩国有什么好处？韩明义一向自负，并非真心实意的要对我大周称臣。此番行刺若能成功，解决了我这个心腹大患，对韩国大有好处。若不成功，还能误导我大周将矛头指向燕国。怎么算韩明义都是坐收渔翁之利的人。今夜是我疏忽，才让流星门的杀手有机会潜入衙门行刺将军。好在将军跟大姐都安然无恙，否则我罪过大了。韩明义那个阴险的小人，等有朝一日再在战场上碰到，老子一定要砍下那阴险小人的脑袋，将那小人的脑袋送给将军当凳子坐。本将军口味没这么重。将军，咱们要如何回应韩明义那小人？我大周跟韩国现在正在议和阶段，为了边境百姓能够过几年安生日子，现在不宜跟韩明义发生冲突。叶锦兰说着，拿起身边一把带血的长剑，将那长剑递给叶飞。这是本将军送给韩国3皇子的礼物，让人快马加鞭给韩国3皇子送去。是，将军。慢着，本将军房里还有张白虎皮，你去取了，将那张白虎皮一并送去给韩国3皇子。还以为将军大人不计小人过呢，果然是属下想多了。韩明义那龟儿子看见将军送的白虎皮，一定会感动。可是那韩国3皇子属虎啊。可不就是的，不愧是花大姐，一猜就中。韩明义属虎，叶锦兰让下属给韩明义送白虎皮，这不是明晃晃的告诉韩明义，有朝一日他叶锦兰会扒下他韩明义的皮，抽他韩明义的筋吗？果然是心狠手辣，有仇必报的男人。花如意忽然打了个哆嗦，在心里偷偷的为赵秋菊捏了一把冷汗。花大姐，冷吗？时辰不早了，阿信，我先回榆树村了。花大姐请留步，我有件东西要送给花大姐。将军，我牵了马车在府门口等你哈。他取了马车，在府衙门口等了须臾，
见叶锦兰手拎着一只鸟笼朝他走了过来。这是经过训练的海东青，可送信。叶锦兰说着，将那硕大的鸟笼放到了花如意的马车上。但这鸟性情比较凶猛，你先笼养几日，待它被你驯服了，变温顺了，再将它放出来。将军这是要将这只能送信的鸟送给我？方便以后联系。多谢将军。将军，这鸟儿可有名字？爱妃。爱妃？这只海东青小时候特别调皮，喜欢在天上飞，不到天黑不回窝，我便给它取名为爱妃，飞翔的飞。原来如此。时辰不早了，我就先回家打点了，明儿一早咱们见衙再会。春来，你二娘去了什么地方？啥时候能回来？村长说，我实在是不知道，二娘离开的时候只交代外出办事，说是快则1-2天回来，慢则需要3-4天。这可咋办？要是你二娘3-4天才回村，河川媳妇儿岂不是……春来他二娘，你可算回来了。村长，可是河川媳妇要生了。可不是嘛。昨儿个半夜开始肚子痛的，河川连夜赶着牛车前往镇上请了稳婆，从昨儿个晚上到现在已经快4个时辰了，孩子还没能生下来。稳婆累得满头大汗，告诉我们河川媳妇儿这是难产，要求我们加价，得加到10两银子，她才肯答应继续帮河川媳妇儿接生。水灾还没过呢，这节骨眼上，我们家哪里拿得出10两银子？听到这话，花如意脸顿时黑了半截儿，这不是趁火打劫、草菅人命吗？一点稳婆的职业操守都没有。春来二娘，我知道你还是个清白的黄花大闺女，去给河川媳妇接生对你名声有影响，但我家真的走投无路了。听春来说，巧莲难产就是你帮忙接生的，我求你了，救救河川媳妇跟孩子吧。哎，村长，你这是做什么？事不宜迟，咱们边走边说。春来二娘，你这是答应去为河川媳妇接生了？自然是答应的。前阵子村长跟河川贤侄帮了我们家不少的忙，我定竭尽所能保河川媳妇跟孩子平安的。三位可考虑好了，产妇可是昨儿晚上就发作的，再耽搁一些时间，就算三位将10两银子凑齐了给我也没法保证产妇跟孩子都安然无恙啊。产妇现在的情况还不算太糟糕，三位呀，赶紧将10两银子凑齐了给我定保产妇跟胎儿安然无恙。娘，河川哥，好痛啊！我好痛啊！奶奶、爹、小姑娘跟小妹妹会不会有事啊？不会的，你娘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坏事，老天爷一定会保佑你娘的，你娘跟你妹妹一定能平安无恙。可是娘昨晚就开始痛了，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能将妹妹生下来？生孩子都是这样的，再过一会儿，可儿就能见到娘跟小妹妹了。村长，你们给了这老妇多少钱？1两银子。把银子要回来，将人赶出去。河川媳妇交给我，你们放心。臭丫头，老娘给人接生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你竟然这么对……哎呦！花如意擒着他的手腕，冷着张脸开口：还想要你这只手，立马将那1两银子还给田村长，从田家滚出去！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哼，你不就是个趁火打劫、草菅人命的老钱婆吗？哎呦！
哎呦，我还我滚！哎呀，放手啊！稳婆掏出银子丢给田宝根后，心里骂骂咧咧的离开了。春兰二娘，那河川媳妇就拜托给你了。河川媳妇，已经能看见孩子的头发了，你现在好好配合我，我喊你用力，你再使劲用力。好，深呼吸，1、2、3，用力！放松，深呼吸，再来一次。2刻钟后，呜哇的一声婴儿啼哭在房间里响起。候在门外的田家人听到婴儿的啼哭声，一个个激动的热泪盈眶。是妹妹在哭，娘顺利将妹妹生下来了。母女平安，恭喜河川贤侄喜得千金。太好了，我也有闺女了。你媳妇儿刚生完孩子，身体虚弱着呢，需要休息。你在门口鬼吼鬼叫做什么？粗声大气的，也不怕把小妞妞给吓着呢。田宝根伸手从花如意的手里接过襁褓，小心翼翼地将孩子抱在怀里。小妞妞，我是爷爷，这是奶奶，这是小姑，这是哥哥，这是你那混蛋爹。小妞妞要健康平安的长大，等小妞妞长大了，爷爷给小妞妞买麦芽糖吃。既然河川媳妇儿跟孩子都已经平安了，田村长、河川贤侄，那我就先回去了。春来二娘，今儿真是多亏了你，这银子请你收下。村长，你这样做就太见外了。花如意一脸严肃的推却，村长只得将银子揣回了怀里。大嫂，咱们家院子里怎么有这么大的鹰隼呢？是二娘带回来的。二娘回来了？二娘现在在哪儿呢？嘘，小声点说话。河川媳妇难产，二娘刚回来就去村长家给河川媳妇接生了，怕是累坏了，现在呀回房休息了。哦，这事儿，刚才在马铃薯地头，我们听二哥说了，河川嫂跟孩子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嗨，咱们二娘那么厉害，河川媳妇跟孩子自然都安然无恙的。二娘真厉害，都可以改行做稳婆了。哎，那河川嫂生的闺女儿还是儿子啊？听二娘说是闺女儿。姑嫂俩正聊得起劲，一声咽吼打断了两人的思路。这么大只鹰隼，二娘从哪儿弄的？那位叶先生送的，说这鸟儿啊是经过训练的，可以送信。叶先生对咱们二娘真好，可不是嘛？罗氏寻思了一下，拉着赵秋菊到门口，更加细声地说：“秋菊啊，我怎么觉得那位叶先生像是看上咱们二娘了呢？原来大嫂你也是这么觉得的，我还以为就我这么想呢。咱们二娘以前是不会打扮，不爱打扮，看上去啊才又老又丑。如今咱们二娘习惯打扮了，人精神了，也漂亮了，有年轻男子追求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咱们二娘那么优秀，那位叶先生看上咱们二娘说得过去呀。我若是个男子，说不定啊也会喜欢上咱们二娘。我也是，我若是男子，一定爱死咱们二娘这样的女人啦。秋菊啊，那你觉得那位叶先生人品如何？叶先生人品好，长得也好，跟咱们二娘站在一起，那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既然你也非常看好二娘跟那位叶先生，以后那位叶先生再来咱们家做客，咱们呢就好好款待，说不定有朝一日那位叶先生就真成了咱们后爹呢。听到屋里传来喷嚏声，门口的两个女人对视了一眼，笑了笑。哟，你二嫂该饿了，我去给你二嫂啊煮碗红糖蛋。
马铃薯种不够了，我去堂屋取点马铃薯。翌日早饭后，赵东升套好马车，在门口等花如意。二奶奶，我们夫子说你学问做得很好，打算推举我去参加今年秋天的童生考试。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看我参加秋天的童生考试。夫子这么快就要推举你去参加童生考试了？大姑，赵俊的学问做得可好了，夫子经常表扬他呢。大姑，夫子说当了10几年的教书先生，还是第一次遇到像赵俊这么聪明的学生。我也没那么厉害，是我作诗之后，夫子太激动了，就夸大其词的表扬了我。我宝贝大孙子真厉害，你们几个也要加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等二奶奶大姑办完事回来，给你们买好吃的。花如意在门口跟家里大大小小几口人唠嗑了几句，拿了罗氏为他准备的路上吃的口粮，这才钻进马车。成功为和田媳妇儿接生，获得经验币1万，以及盖世神功如来神掌的奖励，恭喜宿主。二娘，你咋的了？不小心撞到了车厢上。二娘，我将马车赶稳一些，你坐稳了。老大，拯救世界的重任就交给你了。就将那泛黄的书塞到了赵东升的手边。拯救世界？二娘，我就是个憨厚老实的农民，拯救不了世界。哎，二娘，这是啥书啊？武功秘籍，送给你了。二娘，这上面的字认识我不认识这上面的字呀。这本书叫如来神掌，一套很厉害的神功，书里面全是招式图解，不用识字儿，你没事的时候随便练练当着消遣。1刻钟后，一行接近30人，浩浩荡荡的从县衙门口出发。3个时辰后，车队出了江淮县，踏上了通往塔吉尔部落的官道。正值一天中阳光最好、温度最好的时候。午饭后，花如意靠着车厢壁昏昏欲睡，叶锦兰端坐在她的对面，见脑袋时不时的往下垂，偶尔动作大了，身子跟着往前倾，看得叶锦兰一阵阵的提心吊胆，生怕她一头栽倒在车厢里。叶飞，将军有何吩咐？传令下去，减速前行。将军，如果减速前行，咱们今晚不一定能抵达塔吉尔部落。本将军的命令不管用了吗？是，末将这就去传令。叶飞哥，将军为何忽然下令队伍减速前行啊？林奇扭头朝叶锦兰的马车瞧了一眼后，一脸八卦地询问叶飞：难道是将军旧疾发作了？将军好着呢，你别一惊一乍的。将军吩咐队伍结束，是因为花大姐睡着了，怕队伍行进速度过快，花大姐睡得不舒服。咱们将军不是视女人为老虎，遇到了避之不及吗？那是因为那些女人不是花大姐，将军见到花大姐恨不得贴上去。哎，叶飞哥，你的意思是咱们将军看上花大姐了？极有可能是看上了，连那些兵蛋子都瞧出了将军对花大姐的态度不一般。你小子身为将军的贴身随从，专门伺候将军的衣食起居，竟然没看出来？还不是咱们将军20多年不近女色，清心寡欲的跟和尚一样，我就没往那方面想嘛。可是花大姐嫁过人，现在还守了寡，将军若是当真看上了花大姐，长公主殿下跟王爷能接受花大姐这样的儿媳妇吗？小子，你想多了。你现在该担心的不是长公主殿下跟王爷不接受花大姐，而是该担心花大姐不接受咱们王爷。依我看，花大姐压根儿没瞧上咱们将军，咱们将军现在还是单相思啊。林奇沉默地皱起眉头，有些心疼自家将军。好不容易动了一回凡心，结果是单相思。只要花大姐愿意接受咱们将军，以长公主那豪爽的性子，一定能接受花大姐这个儿媳妇儿。毕竟将军娶南齐长公主都表示过能接受，
至少咱们花大姐是个女人，还是个漂亮、聪明、医术好又会赚钱的女人。长公主殿下没道理不接受花大姐。就他掀开侧边的帘子，叶锦兰跟花如意紧紧贴在一起的画面猝不及防地闯入了他的视线。这么快就将花大姐给拿下了吗？哎呦，真不愧是将军，在战场上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大周镇北将军，在女人这里同样是盖世英雄。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支支吾吾的作甚？将军啊，太阳已经在落山了，今儿晚上咱们肯定是赶不到塔吉尔部落了。前面5里处是一座小城镇，将军今夜可要在小城镇歇脚。李飞，你火速赶往小镇找客栈。是。叶飞离开后，队伍继续缓慢前行。就在队伍快要抵达小镇时，花如意睡醒，缓缓睁开了双眼。啊，要死，怎么靠在了女婿身上啊？瞥见叶锦兰的眉头似乎不太平整，花如意以为他是嫌弃自己睡梦中靠了上去。毕竟传闻中这个男人是不近女色的，他睡梦中靠上去，这个男人会不高兴，很正常。我睡梦中容易把身边的人或者事物当成枕头，实在不是有意冒犯将军的，还请将军海涵。除了我，你睡梦中还把谁当过枕头？啊？未来女婿这是要做什么？俗话说女像娘，难道未来女婿是想考验他在为人处事方面正不正派？那他这个做二娘的绝对不能给秋菊丢脸。我很少出门，除了这次睡梦中把将军当成了枕头靠上来，再没将其他人当过枕头了。叶锦兰原本抿成一条线的薄唇，在听了花如意的回答后不自觉地松开，还咧嘴露出了一丝微笑。将军，末将一共订了12间客房，天地玄黄梅兰竹菊秦雅舒淇12间，请问将军今夜要歇在哪一间？花大姐，你是女子，你先选吧。我挺喜欢梅花的，我今夜就住梅字号房吧。那本将军住兰字号。姑娘，这就是梅字号客房了。公子，兰字号客房在那边，请公子随小的来。叶锦兰顺着小二哥手指的方向瞧过去，收回目光看向叶飞时，脸色黑得可以滴墨。将军，末将冤枉呀，末将也不知道兰字号房跟梅字号房离这么远呀。谁选的玄字号？是末将跟林奇选的。本将军不放心花大姐，你跟林奇今晚去住兰字号，玄字号留给本将军。是。翌日一早，花如意穿戴整齐，梳洗完毕，精神抖擞地从客房里走出来，开门就跟叶锦兰打了个照面。将军，你昨儿选的不是兰字号房吗？那个是这样的，我找叶飞跟林奇有点事儿，没想到他们已经起床了。叶飞跟林奇从兰字号房过来，恰好听到叶锦兰对花如意的解释，两人还意外地发现将军他耳根子红了。叶飞哥，将军他是害羞了吗？不止害羞，咱们将军在花大姐面前还怂，明明是看上了花大姐，还不敢对花大姐表明心意。咱们将军不可能怂，我伺候了将军这么多年，就没见将军怂过。我觉得将军是爱而不自知，若是将军知道自己喜欢上了花大姐，以将军那雷厉风行的性子，一定一鼓作气，一举拿下花大姐这座城池。你说的好像也有些道理啊。你们俩在那嘀嘀咕咕做甚？在客栈用了早饭，补充了干粮跟水后，一行人继续赶路。又是大半天的颠簸，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一行人终于抵达了塔吉尔部落。原来客人是大周镇北将军，镇北将军远道而来，令整个塔吉尔部落蓬荜生辉，请镇北将军随在场的诸位随我来，我带诸位前去首领府见首领。花姑姑，末将拜见首领，小首领。花姑姑，我就知道咱们俩缘分不浅，一定还有机会见面的。小屁孩，
原来你是塔吉尔部落的小王子啊！花姑姑，我不是有意骗你的。爹说外面有好多坏人，不要轻易暴露身份。但是我知道花姑姑是好人，还是一个大大的好人。几日不见，你这小嘴越发会说了。爹说男孩子嘴巴甜会说话，才能讨女孩子欢喜。当天晚上，塔吉赞设下了华宴，为叶锦兰、花如意接风洗尘。花姑姑，你觉得我爹怎么样？你爹挺好的，长得很好看，性格也挺好的。你娘在世的时候应该过得很幸福吧？既然花姑姑觉得我爹这么好，但花姑姑愿不愿意收了我爹？臭小子，这事你问过你爹了吗？你爹知道你要当月老给他牵红线吗？那日在清水县，我已经跟我爹商量过了，我爹没答应，但也没反对。我爹就是害羞，不好意思当我面说想媳妇儿的事情。花姑姑，只要你答应做我娘，我敢保证，我爹一定喜笑颜开，八抬大轿，敲锣打鼓，十里红妆的将你娶回家。小小年纪，你懂得还挺多。那是啊，我可是塔吉尔部落最聪明的美少年。最聪明的美少年，你怎么知道你爹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当然知道，知父莫若子。何况我爹还是个正常的男人，正常的男人哪有不稀罕媳妇的道理？这些年我爹之所以不娶，一是觉得对不起我去世的母亲，二是担心娶进门的女人是个恶妇，怕我受欺负。可我不希望我爹孤独终老，老了晚上睡觉时枕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小家伙，你我这才第2次见面，你就迫不及待为你爹拉红线，你就不担心我是两面三刀的对你？不会的，花姑姑是好人，我不会看走眼的。我可是塔吉尔部落最聪明的美少年，怎么可能看走眼？叶锦兰正好坐在花如意对面，时不时的她还能听到花如意跟塔吉宇讨论塔吉赞，让她心里莫名鬼火冒，甚至好想冲过去将那小屁孩拎起丢回塔吉赞的身边。这些是我们塔吉尔部落最上等的果酒，镇北将军花姑娘觉得口感如何？若是二位喜欢，待二位离开的时候，我给二位送上一些。有些酸。将军，这酒不酸呀。林奇开口就被叶锦兰冷瞪了一眼。入口甘甜，但回味是有些微微酸涩。多谢塔吉首领的好意，果酒就不必了。此番我跟花大姐前来贵部落，是为了购买贵部落的铁矿石。不知贵部落现在可有铁矿石卖给我们？有是有。不瞒镇北将军跟花姑娘，几日前韩国三皇子派使者前来塔吉尔部落打探了铁矿石的行情。不日韩国三皇子韩明义应该是要亲自前来塔吉尔部落。塔吉首领可是已经答应将铁矿石卖给韩国三皇子了？这倒没有。韩国三皇子大量购买铁矿石是为了什么？在下大概能够猜到。塔吉尔部落夹在大洲跟韩国之间，两国若再开战，对塔吉尔部落来说百害而无一利。只是韩国三皇子势大，在下当时不好直接拒绝。将军，韩国三皇子意图大量采购铁矿石，您这边也想要铁矿石，难道是大洲跟韩国谈不下去，两国之间的战争还是要持续下去？不久前那一战，韩国第一猛将蒙成武被我斩于马下，韩国损兵折将将近10万。3年5载内，韩国不敢再挑衅大洲。此番本将军跟花大姐前来贵部落购买铁矿石，并不是为了锻造兵器，而是另有用途。这些年多亏了将军的庇护，我塔吉尔部落的百姓才能够安居乐业。为了感谢将军的大恩大德，在下愿意将铁矿石卖给将军。今日天色已晚，诸位先在首领府住下，待明日天亮之后，在下再领着诸位前去看铁矿石。镇北将军，这就是首领吩咐奴婢为您准备的房间了，请进。随本将军一道来的花姑娘，今夜歇在何处？酒宴还没结束，
花如意就被塔吉宇拉着离开了。直到现在，叶锦兰都没再见到花如意的人影。花姑娘随小首领去了，小首领那边有住处，首领没另外给花姑娘安排房间，花姑娘今夜应该是要歇在小首领院里。故事讲完了，快睡吧，明天一早我还要跟你爹去看铁矿石呢。花姑姑啊，你什么时候离开塔吉尔部落？你以后还会再来吗？从你爹手里买了铁矿石就动身，以后还来不来，现在还不好说。花姑姑啊，我不想让你离开。花姑姑走了就没人给我讲有趣的故事了。花姑姑，你就嫁给我爹做我娘吧。叶锦兰一脚踩滑，脚下瓦片断裂成2截，发出一声脆响。谁在上面？喵！原来是只蠢猫啊，吓死小爷了。苍岩，你去房顶上溜达一圈，看看是什么人在上面。好。须臾，苍岩就打探清楚了房顶上的情况，回到花如意的身边。丫头，你放心睡吧，没危险。房顶上的男人是那位镇北将军。是叶锦兰大晚上的不睡觉跑房顶上做什么？想姑娘想的睡不着，或者是闲得蛋疼吗？花如意为塔吉宇掖了掖被子后下床穿鞋，穿戴整齐之后走出房门。不等他作声，一道高大挺拔的身影就从房顶上飞了下来，轻飘飘的落到了他的身边。将军，你这是梦游游到别人屋顶上去了吗？听侍女说你今夜住在塔吉宇这里，我不放心，过来看看。小雨是个乖孩子，待我很好，将军不用担心。时辰不早了，将军赶紧回去歇着吧，明儿一早咱们还要随塔吉首领前去看铁矿石呢。你似乎对塔吉赞父子俩的印象很好。是啊，塔吉首领待客热情，小雨活泼可爱，父子俩都是好人。塔吉玉娘着你，是想让你给他做后娘，难道你真想留在塔吉部落，嫁给塔吉赞？塔吉首领年轻有为，长相英俊，待人诚恳热情，又是一个部落的头。若是塔吉首领不嫌弃我，我倒是真可以考虑留在塔吉尔部落。塔吉赞天煞孤星，克妻。我冲喜把人给冲死了，他克妻，我克夫，我俩半斤八两，正好。咱们这次来塔吉尔部落的目的是什么？你可别忘了。时辰不早了，我们先回去休息了，你也早些歇着。叶锦兰被气得撂下一句话，转身大步流星的离开。他就不该担心这个女人大晚上不睡觉跑房顶上来。将军，前面是台阶，天黑小心些。话还没说完，就见叶锦兰身子晃了2下，险些一脚踩空，摔了个大趴趴。都说了前面是台阶，让你小心些。叶锦兰稳住身子后，恨不得一掌拍死自己。为什么每次面对身后那个女人，他都有些心浮气躁，还屡次在那个女人面前出洋相？多谢花姑娘提醒，本将军没事。哎呀，未来女婿真是越来越可爱了。将军跟花姑娘这次从塔吉尔部落购买这么多的铁矿石，却不是为了锻造兵器，这令在下深感好奇。不知二位购买这么多铁矿石，所谓何用？可方便告知一二。不瞒塔吉首领，我跟将军这次从塔吉尔部落购买铁矿石，是为了制作一种叫做水泥的东西。水泥？在下从未听说过此物，此物是作何用的？是一种建筑材料，可用于修筑房屋、堤坝，远比普通粘土耐用。我也是从一位高人那里听闻此物。上个月，江淮县一带断断续续下了1个月之久的暴雨，造成江淮河河堤多处坍塌。将军被皇上任命为钦差，负责督造江淮河河堤跟赈灾之事。我想到用水泥修筑的河堤可能会更加牢固，便跟将军商议了制作水泥的事情。原来如此，这世界竟然还有如此奇妙的东西。将军，花姑娘，10万斤铁矿石，在下可以给二位半价，
但在下有一个不情之请。塔吉首领有话但说无妨。在下想要1000斤水泥。将军，你的意思呢？用1000斤水泥换半价购买10万斤铁矿石，很划算。我也觉得。塔吉首领，成交。将军，花姑娘，那就祝咱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首领，韩国三皇子到了。塔吉首领，本皇子之前的提议，不知塔吉首领考虑的如何了？三皇子，前方是我塔吉尔部落的矿场重地，没有我部首领的许诺，外族之人是不可以闯入的。原来大周镇北将军也在啊，难怪塔吉首领现在没空接见本皇子。知道本将军在，三皇子还敢前来打搅？三皇子就不怕本将军找你报那2件之仇吗？韩国已经向大周递交了议和书，两国如今正在商议联姻之事。镇北将军身为大周百姓人人称赞的战神，在这节骨眼上，应当是不会伤害本皇子，破坏两国来之不易的和平。本将军想弄死一个人，方法多的是，不一定要在明面上做。坊间传言，韩国皇帝膝下一共有接近30名皇子，有这么多皇子死掉1个2个，本将军猜想韩国皇帝应当不会太伤心。塔吉首领，本皇子不知塔吉首领在此接见大周镇北将军，贸然出现打搅了2位，实在抱歉。本皇子先去客栈下榻，等塔吉首领跟镇北将军聊完了，本皇子再前往首领府拜访塔吉首领。三皇子，可愿意与我们比试一番？若是我们输了，从此以后大周不再向塔吉尔部落购买铁矿石，并且我们将军当众跳艳舞给三皇子看。若三皇子赌输了，从此以后韩国不再向塔吉尔部落购买铁矿石，三皇子当众跳艳舞给我们将军看。你们想怎么比？3局2胜，我们将军出一道题，韩国三皇子出一道题，剩下一道题由塔吉首领出，2局2胜，三皇子觉得可公平。本皇子没意见。这第1局本皇子亲自出手，不知镇北将军是亲自出手还是派属下上场？三皇子号称是韩国的神箭手，本将军自然是要亲自出手。第2轮比试饮酒，不知镇北将军跟三皇子是亲自上场的，还是派属下参与？将军，末将请命参加第2局比试，请将军准许。蒙海，第2局比试就交给你了。是，末将定不辱命。2刻钟后，砰的一声在花如意、叶锦兰面前响起。叶飞接连给自己灌了2坛子酒后，终于承受不住，倒在桌上不省人事。林袭，扶叶飞回房休息。将军，可是第3局比试……本将军自有打算，你只管扶叶飞回房休息，好生照顾好他。第2局比试，蒙海将军胜出。现在镇北将军一方跟三皇子一方各胜1局，这第3局比试胸口碎大石尤为重要，请镇北将军跟三皇子再三斟酌，安排人手。三皇子，末将请命参加第3局比试。将军，让我去吧，我懂秘法，我向你保证，绝对不输给蒙武，绝对不让自己受伤。我这个人惜命的很，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行。苍岩，该咱们出场了。一声闷响，一只铁锤落在石块上，石块断裂成2截，从蒙武身上掉下。蒙武毫发未伤，躺在长凳上大笑3声。再加，这次给我加重一些的。接连碎了3块石头，蒙武这才不喊继续加了。韩明义勾起嘴角，露出一脸满意的笑容，示意身边的侍卫去将蒙武搀扶起来。镇北将军，轮到你们了。我准备好了，塔吉首领，吩咐你的人加石头吧。爹，别加太重的，小心伤了花姑姑。先加块50斤的。塔吉首领，不用这么照顾我，
直接加200斤的，我承受得住。塔吉赞看向叶锦兰，见叶锦兰并没有反对，只好按照花如意的意思，吩咐属下抬了一块大概200多斤重的石头，压在花如意的身上。大师，大师，大师，大师！花姑姑真厉害，已经碎了5块了。花姑姑，你已经赢了，不用继续躺在那里啦。苍岩，把结界撤了。3轮比试结束，按3局2胜的规则，是镇北将军跟花姑娘一方获胜。按照赌约，在下只能够将铁矿石卖给镇北将军跟花姑娘。三皇子，请海涵呐。我们走。慢着，请三皇子跳了燕舞再离开。镇北将军，有句话叫做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那本将军也有句话要告诉三皇子，有仇不报非君子。三皇子站在那里纹丝不动，是想让本皇子为三皇子准备武衣吗？不必了，将本皇子的佩剑拿来。随从立马将韩明义的佩剑递上，韩明义接过佩剑，怒瞪了出馊主意的花如意一眼，旋即手握长剑，翩翩起舞。一段剑舞跳完，韩明义恨不得将花如意生吞活剥了。虽然三皇子的舞姿远不及大周皇都的舞姬，但是有生之年能够欣赏三皇子的舞姿，也是本将军三生有幸了。舞跳完了，镇北将军，本皇子现在可以走了吗？三皇子慢走。他日三皇子有机会到大周，本将军再跟三皇子好好比试一场，输的继续跳舞。希望三皇子回去之后找个教习师傅，好好的练练舞蹈。大周镇北将军，小女子可以邀请你跳支舞吗？不行。为什么不行？我们将军前不久受过伤，身子骨还没彻底康复，不宜跳舞。而且我们将军明日就要动身回大周了，免得日后伤神。我劝姑娘还是趁早收心。那小女子就不打搅将军了。你将那姑娘赶走，仅仅是因为觉得本将军伤势尚未痊愈，不能跳舞。是啊，不然将军以为是什么？哼，那花大姐可真是位有责任心的好大夫。花姑姑，花姑姑，这是我爹送你的花环，是我爹亲手编的哟。你爹亲手编的？那我可不好意思收下。花环在我们塔吉尔部落象征着善良跟美丽。花姑娘美丽善良，上次在清水县仗义出手救了小雨，在下想以此花环感谢花姑娘，还请花姑娘收下。原来如此啊。叶锦兰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正好看见塔吉赞将花环戴在了花如意的头上。这花环戴在花姑娘的头上真合适。塔吉首领过奖。那花环好看吗？不好看，一点都不好看。若花大姐见过将军编的花环，一定不会正眼看塔吉首领送的花环。你何时见过本将军编花环了？少在本将军面前拍马屁。叶飞一脸无辜的表情，将军在花大姐面前碰壁，为何每次倒霉的都是他？花姑姑，我爹想邀请你跳舞啊。小雨，不得对花姑娘无礼。花姑娘，小雨刚才说的话的确是在下想说的，虽然有些唐突，但在下还是想邀请花姑娘跳舞，不知花姑娘可愿意给在下这个机会？塔吉首领，我能否问你一个问题啊？花姑娘有什么问题，单说无妨。请问塔吉首领，在火把节上邀请异性跳舞，可是等于求爱？是，花姑娘美丽善良聪慧，在下非常欣赏花姑娘的人品，小雨对花姑娘也是非常的喜欢。恕我直言，塔吉首领，你只是想为小雨找个合适的后娘，换一个女人，只要她性格温和、勤劳善良、真心实意关心小雨，你一样可以接受。我虽然很喜欢小雨，但我花如意这辈子若再嫁，必然是因为爱情，
抱歉，塔吉首领的邀请我不能答应。花姑姑，不是这样的。自从我娘去世之后，我爹从未正眼看过其他女子，但我爹对花姑姑你是特别的。只要花姑姑留在塔吉尔部落跟我爹相处一段时间，我敢保证，我爹一定会爱上花姑姑的。爹，你快说话呀！雨儿，别这样。你花姑姑说的对，爹目前只是想为你找一个合适的后娘，这对你花姑姑来说不公平。可是明儿个花姑姑就要离开塔吉尔部落了，我舍不得花姑姑。塔吉尔部落距离江淮不远，小雨啊，你若是舍不得花姑姑，等你再大一些，可随时到江淮找花姑姑的。等你去江淮找花姑姑，花姑姑给你做好吃的。花姑姑虽然不能成为你的后娘，但是咱们可以做好朋友啊。真的吗？花姑姑不会嫌弃我年纪小，觉得跟我做朋友没意思吗？你这小鬼头，我要是嫌弃你年纪小，之前在清水县我就不会救你了。这可是花姑姑你说的，从今日起，花姑姑就是我塔吉雨的好朋友了。花姑姑啊，你不想嫁给我爹，等我长大了娶你。这父子俩怎么这么讨厌呢？我再过几个月就是我11岁的生辰了，我们塔吉尔部落的男子满16岁就可以娶妻。花姑姑，你等我5年，5年后我一定八抬大轿，敲锣打鼓的去江淮县娶你。将军，你不是要回去休息吗？怎么又回来了？忽然觉得心口有些难受，或许是白天拉弓牵扯到了伤口，麻烦花大姐跟我一起回首领府帮我看看。这个男人刚才不还生龙活虎的吗？将军，您还好吧？叶锦兰装的一脸病态的往叶飞身上一靠。无妨，这点小伤对于本将军来说算不了什么。塔吉首领，我先陪将军回首领府了。镇北将军的身体重要，火把节2位以后再来塔吉部落参加，还是有机会的。塔吉赞打量了叶锦兰2眼，瞧他咳得脸都红了，忙不迭招手叫来了2名侍卫过来，速速护送镇北将军跟花姑娘回首领府。塔吉首领，我跟将军还有一件要事，想跟你商量一二，不知塔吉首领何时方便？1个时辰后在下回首领府，若是2位还未歇下，我跟将军一定等塔吉首领回府。2个时辰后，塔吉赞父子俩回府，侍女向叶锦兰、花如意禀报，2人一同前往正厅见塔吉赞。镇北将军、花姑娘，抱歉，在下回来晚了，让2位久等了。塔吉首领，今晚参加贵部落的火把节真是令我大开眼界，贵部落的神油甚是奇特，完全不同于我们大洲使用的火油。那是上苍对我族的馈赠。上苍将如此珍贵的东西馈赠给贵部落，必然是希望神油能够造福于贵部落。如此珍贵的神油仅仅用于火把节助燃，未免有些大材小用了。塔吉首领可有想过利用神油赚取银钱，改善塔吉部落百姓的生活，打造出一个盛世繁华呢？花姑娘可是对我族的神油另有打算？不瞒塔吉首领，我曾经在其他地方见到过这种神油。有人告诉我，将神油处理之后，可以得到一种淡黄色、名唤柴油的燃油。这种燃油的作用很大，水泥的制造过程就需要大量的柴油。咱们若能从神油之中分离出柴油，就能源源不断的生产水泥。到时候，咱们可以将水泥卖到各国，这将会是一个赚大钱的好机会。塔吉首领若是相信我与将军，咱们便合伙赚这笔钱。花姑娘、将军，这件事情在下得跟部落里的几位长老商议一番。这件事成与不成，在2位明日离开塔吉尔部落之前，在下定给2位答复。2位意下如何？成。事情谈妥之后，叶锦兰、花如意跟塔吉赞父子以及3位长老一起用了早膳。早膳后，
塔吉赞父子跟3位长老亲自将一行人送出部落。林奇，将军有何吩咐？本将军身子有些不适，去将随行军医叫来。将军，这个时辰花大姐或许还没歇下，要不属下去将花大姐找来？不用，今日赶了一天的路，那个女人也累坏了，不准去打搅，去将军医找来便是，本将军并无大碍。下官见过将军。不必多礼，过来给本将军看看。是将军。拿出脉诊垫在叶锦兰的手腕下。请问将军最近有何不适之处啊？胸闷，像是一团棉花塞在了心口之上，有时候还会出现心跳加速的情况，失眠多梦。请将军将舌头伸出来，让下官看看。叶锦兰按照军医的嘱咐，毫不迟疑地张开了嘴巴。舌苔轻薄，舌头红润，没有任何问题。下官还需要看看将军的眼睛。可以。在检查叶锦兰眼睛的时候，军医无意间瞥见了叶锦兰微微泛红的耳根子，顿时心头豁然开朗。这不就是当年他爱上自个儿媳妇儿时的心情吗？将军身体很健朗，最近频频出现胸闷、失眠多梦，甚至心跳加速的情况，或许是因为其他原因。有话就说，说不好，本将军恕你无罪。请问将军，最近频频出现胸闷、失眠多梦，甚至心跳加速，可是因为一个人，在面对那个人的时候，将军才会出现那些病症。没错。当那人跟其他人说说笑笑，将军可会觉得怒火中烧。是有那么一点点。请问将军，那人可是一名女子？是。请问将军，最近经常失眠多梦，可是因为那名女子？梦里也全是那名女子。本将军让你看病，你问那么多做什么？这些都跟将军的病有关，下官不得不询问，还请将军海涵。的确是这样的，自从去了塔吉部落后，本将军晚上总是能够梦见那个女人。将军呀，您这哪里是病了？您这分明是为情所困。叶锦兰口干，正端着一杯茶水在喝，猝不及防听到军医说他为情所困，顿时被军医的话刺激地喷了一口茶水。将军，您没事吧？本将军无事，你先退下吧。下官告退。1个多时辰后，一行5人抵达了榆树村。窦胜惠娘，这柳树村的许家可是顶有钱的，这附近呐，好几个大姑娘想嫁进许家，许家瞧不上，许家呀就瞧上了你家。以许家的家境，嫁过去了，一准不会挨饿受冻，不说顿顿有肉吃，顿顿有白面吃，那是肯定的呀。许家再好，也得问过我家秋菊的意思。若是秋菊不同意，就算那许家是名门望族，我们也不嫁。二娘，你回来了。秋菊呢？是有人来说媒，怎么不将秋菊叫上？呀，东升二娘，你回来的正好。这事儿我说了不算，得等秋菊回来。我们家主张儿女婚姻自由，不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哎呀，东升二娘，你误会了，我今儿个来不是为了你家秋菊。不是为了秋菊，那是为了谁啊？二娘，这位李大婶啊，是来为你说媒的。你不在家这几日，李大婶一共来了3次，今儿个是第4次了。为我说媒？嘿嘿，丫头，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啊？地上驴肉，天上龙肉，据说这2种肉是人间极品啊！苍颜，咱们今晚做红烧龙肉好不好啊？哎呀，斗山二娘，你别太激动啊，先冷静冷静，听我仔细说与你听吧。那姓许的呀，40多岁，膝下呢有2个儿子。你嫁过去，虽然又是给人当二娘，但徐家家境好，以后啊绝对饿不着你。这位大姐，我命里克夫，难道你没听人说过吗？我嫁进老赵家，原本还吊着一口气的老赵头，就2脚一蹬驾鹤西归了。哎，难道你没听人说过吗？你先回去问问许家的意思，若是许家不介意娶一个命里克夫的女人，那我倒只愿意嫁。哦，我忽然想起来，今儿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忘了喂猪啊。忙不迭的往旁边退了几步，跟花如意拉开距离。哎，斗山惠娘，我先回去喂猪了啊，就不多打搅你们夫妇俩了。老大，惠娘，以后遇到媒婆上门为我说媒，直接把我拒绝了。二娘，你还年轻呢，不可能一辈子不嫁呀。若是遇到人品好、家世好、长得好，跟二娘性格相投的，二娘可以试着接受。罗氏苦口婆心劝花如意的时候，叶锦兰不由自主地往前迈了2步，还装腔作势地咳了一声，暗示花如意的意思不要太明显。草民见过钦差大人。叶锦兰一声轻咳，没能吸引花如意的目光，却吓得赵东升夫妇俩忙不迭地向他行礼。这里没有外人，不必拘礼。老大，你招待叶先生，陪叶先生说说话，我进屋去看看巧莲跟孩子。老大媳妇儿，你去地头将秋菊跟巧巧找回来，帮着你一起烧午饭。午饭后我要陪叶先生他们上豺狼岭。半个时辰后，一行人进了豺狼岭。秋菊姑娘，我有一些问题想向秋菊姑娘请教一番，不知秋菊姑娘现在可方便为我解答？叶先生，你是想向我打听有关二娘的事情吧？秋菊姑娘真聪明。叶先生想知道什么，尽管问，只要是我知道的，一定如实告诉叶先生。如意她喜欢什么？我二娘喜欢银子。我家之前很穷，穷到吃了上顿没下顿，所以二娘才会那么喜欢银子。二娘努力赚银子，是为了让我们一家吃饱穿暖。若是没有二娘，我们一家大大小小恐怕要吃不少苦呢。我二嫂跟小福星甚至会没命。二娘赚的银钱，大部分呢都花在了我们这个家上。叶先生，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秋菊姑娘请问。叶先生，你这般关心我二娘，可是因为喜欢上了我二娘？是。那叶先生的这份喜欢能维持多久呢？我二娘虽然很厉害，但始终是女子，女子在感情上容易受伤。若叶先生的这份喜欢只是暂时的，我恳请叶先生跟我二娘保持距离，别伤害我二娘。秋菊姑娘，我们叶家的人常情，要么一生不对任何女人动心，动了心那便是一辈子。我叶锦兰活了将近30年，这是第一次喜欢上一个女人。我想娶如意为妻，3媒6聘8抬大轿，10里红妆的将她娶过门，做我叶锦兰的正妻。叶先生，你出生名门，我二娘是寡妇人家，你的家人能答应吗？我不希望我二娘嫁过去后受到公公婆婆的刁难。如意心地纯良，聪慧过人，行事大方，我的家人不会嫌弃如意的。就算我身边有人针对如意，我叶锦兰也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到我的妻子。叶先生，你何时来我家提亲啊？可要我现在就将你的心意告知二娘？暂时别将我的心意告诉如意，提亲之事我得好好策划一番。叶先生，你跟二娘之间可是有什么误会或者矛盾？我欠了如意1万两银子，因为那1万两银子的事情，如意好像挺不待见我的。这我现在向她表明心意，上老赵家提亲，被她扫地出门的可能性极大。
在这件事上，我二娘是挺生气的。那阵子啊，我家里正穷，二娘每天晚上枕着1万两不能兑换的银票睡觉，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一个劲儿的叹气。赵秋菊的话让叶锦兰两边太阳穴一阵突突疼，怨念这么大的吗？叶先生不必如此焦虑。叶先生当时昏迷不醒，看我二娘的是叶先生身边的人，我二娘心软。叶先生只要在我二娘面前说几句好听的话，叶二娘的性子是不会责怪叶先生的。我也会经常在二娘面前帮叶先生美颜的。哟，这里竟然有座白色的小山丘啊！我在这山下生活了这么多年，竟然不知道呢。二娘，你是怎么发现这座小山丘的？可能是我运气比较好，瞎逛到这里来的。叶先生，这里有这么多石灰石，修筑河堤应该是够了。够了。粘土，这座山里也有，现在啊，只差石膏这一种材料了。在江淮一带寻找石膏应该不难，我吩咐叶飞带人去寻。哎，不用这么麻烦。石膏一般出现在江河湖泊或者溶洞内，豺狼岭这座山上就有不少溶洞。上次我一个人上山转悠，只寻到这座石灰石构成的山丘以及粘土。今儿个咱们分头寻找，争取在山里找到石膏。若是能在这座山里寻到石膏，那就可以将煅烧水泥的炉窑建在山里了。如此一来，咱们就只需要将铁矿石运送上山，将炉窑建在山里，咱们还能就地取燃料，这大大的节省了成本呀。叶先生，您意下如何啊？很好，就按如意你的意思办。叶先生，咱们俩还没熟到可以直接称呼对方名字的份上，你还是管我叫花大姐。叶先生若是觉得这个称呼拗口，或者叫我秋菊太二娘也行。平日里二娘挺聪明的，做买卖赚钱更是一套一套的。如此聪明的二娘，怎么就看不懂叶先生安的什么心思呢？哎呀，可怜的叶先生啊！二娘，叶先生登咱们家门2次了，算得上是咱们家的朋友了。就让叶先生称呼你的名字吧，这样称呼也显得年轻。好吧好吧。我们一共6个人，分成3组去寻找石膏。如意，你意下如何？好啊，我跟林奇小兄弟，我跟你一组。这姑娘怎么一会儿贼聪明，一会儿又跟赵春来那棒槌似的。这么好一个跟叶锦兰单纯相处培养感情的机会，哎，这姑娘竟然要跟林奇在一起，跟林奇在一起打听叶锦兰的喜好，搞曲线征服未来夫君吗？哎呦，二娘，叶先生人生地不熟的，你给叶先生带路吧。不等林奇回应，赵秋菊拽着林奇就走，林奇被他拽得踉踉跄跄的跟上。将军，属下去寻石膏了。叶锦兰背着花如意，暗暗给另外2名随从的铁甲兵使了眼色。将军，咱们也走吧。好。如意，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子？将军这么问，可是想给我介绍对象？算是吧。所以想问问如意，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子？身高8尺，长相英俊，身材挺拔，肌肉发达，大长腿，最主要的是有钱。叶锦兰听了花如意的话，从花如意身上收回目光，认真打量了几眼自己的身材。身高8尺，有的；长相英俊。叶锦兰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她这张脸应该算得上英俊吧。身材挺拔，肌肉发达。叶锦兰下意识的挺胸翘屁股，再暗戳戳的捏了捏自己的肱二头肌，挺硬的，应该符合如意的要求。有钱，永安王府的财产应该够多了。啊，将军，咱们运气真好。这就是石膏晶体，像这种石膏晶体高温煅烧就可以得到石膏粉末了。第一个山洞就有这么多石膏晶体，哎呀，这真是老天爷在帮咱们呀。定是老天爷不忍江淮百姓长期饱受水患之苦，所以帮了咱们。在洞口留了标记后，2人继续在山里逛了1个时辰。1个时辰后，一行人在之前出发的地方汇合。你们几个可有发现？
属下跟秋菊姑娘发现一个山洞里有少量的石膏块。禀将军，属下二人发现一处山崖下有几千斤石膏。将军，咱们今儿个发现的石膏应该能够用一段时间了。时辰不早了，咱们先下山吧。傍晚，江淮县衙门内院，将军，您唤属下过来有何事吩咐？快马加鞭将信送回京城，交到母亲手里。是，将军。站住！请问将军还有何吩咐？前些日子你往京城送了信，信上都写了些什么？将军，原来您知道呀。若不是本将军允许，你能将信送出去？那信是写给长公主殿下的。将军您伤势未愈，长公主殿下跟王爷担心将军您的身体，动身之前，长公主殿下千叮万嘱咐属下将将军照顾好。信中就是提了将军在江淮县的情况。确定只有这些？还有一点点其他内容。这阵子属下见将军您跟花大姐走得格外近，便在信中提了2句。干得漂亮！这封信不必再送了。是。将军，花大姐送信来了。取出信件，展开，发现是一张图纸。林青，去将陶大人请来。须臾便将陶金杏请到了叶锦兰的房中。陶大人，这是如意让爱妃送来的图纸，陶大人且过目一番。若是陶大人也觉得没什么问题，明日本将军便带人前去榆树村开始搭建炉窑。妙啊，大姐这炉窑图纸绘制的太妙了。将军，在下没有意见。既然陶大人没有意见，那本将军便给如意回信了。翌日，天刚蒙蒙亮，叶锦兰就出现在了老赵家院子门口。叶先生，你这是做什么呀？最近这段时间，我跟我手下的人得在榆树村住下。叶先生的意思是让我们一家为叶先生跟叶先生手下的人准备一日3餐。眼下天色已晚，暂且送这些东西来，等吃完了，我再吩咐手下的人送来。叶先生可有住处了？尚未有，人太多，我准备让手下的人在榆树村搭帐篷。将军，看见我家隔壁那块空地了吗？罗氏领着叶锦兰到竹篱笆围墙前，伸手为叶锦兰指了指隔壁的空地。这块地可适合搭建帐篷？地势平坦，很适合。适合就好。那块地呀，是村长家的。叶先生带手下来榆树村建炉窑烧制水泥，是为了重建江淮河堤。我呀，去跟村长商量一二，将那块地借出来一段时间。村长深明大义，应该会答应的。那就有劳赵大娘子了。二娘，你睡醒了？昨夜睡得可好？今儿一早啊，叶先生就带人进村了。屋里的这些东西都是叶先生带来的。叶先生说了，得在咱们榆树村啊住上一段时间。大嫂呢就去跟村长商量，让叶先生的人在隔壁那块空地上搭设帐篷。村长同意了。这段时间，叶先生一行人的吃食由我们家负责。那这阵子你好好招待叶先生，把饭菜做好吃一些，将我教你的那几道菜全部弄上桌。请二娘放心，我一定会好好招待叶先生。这就对了嘛，我去看看屋外的芦荟，就辛苦你跟你大嫂做饭了。叶锦兰带着叶飞、林奇等人去山上勘察了一圈，回村吃饭。隔着老远的距离，叶锦兰就看见了一脸笑容站在那芦荟地里的花如意。将军，您怎么不走了？没瞧见花大姐在那里吗？原来将军看花大姐看发呆了。你个憨包！见叶锦兰扭头瞪了过来，叶飞忙不迭拽着林奇离开。入夜后，赵秋菊拿着几只驱蚊香包到了花如意的面前。阿娘，你给叶先生他们送几只驱蚊香包过去吧。叶先生他们扎帐篷的地儿树多，怕是晚上蚊虫比较多，没有驱蚊香包，晚上怕是不好睡觉。
我这忙着呢，让你大哥二哥或者你三舅送去，或者你自个儿送去，送去就回，村里的人说不了闲话。啊，大哥二哥跟三舅带着几个小子去小河沟边洗澡了，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呢。哎呦，我肚子忽然有些痛啊！直接将几只驱蚊香包搁在了花如意面前的长凳上。哎呦，二娘，我去蹲个茅房啊！哎呦，你赶紧给叶先生他们送去。7、8月的蚊虫可毒了，被叮咬多了容易水肿，万一影响到窑炉的搭建。花如意走到厨房，拎了一只菜篮子，将赵秋菊给的几只驱蚊香包塞进篮子里，这才端着油灯大步走向隔壁的帐篷。这么晚了，大家还在操练啊？花大姐，晚上好。花大姐，来找我们将军的吧？花大姐不是来找将军的，难道还是来找你的？滚，都滚得远一些。片刻功夫，跑的人影都不见了，整个帐篷区域只剩下花如意跟叶锦兰2人。如意是来给我们送驱蚊香包的。这些是秋菊给你们准备的，这处晚上蚊虫应该会比较多，将军拿去给大伙分一分，免得晚上被蚊虫叮咬。东西我收下了，麻烦如意代我向秋菊姑娘说声感谢。这些东西是秋菊乐意准备的，感谢的话将军就不用说了，日后待秋菊好一些就行了。他日我定会为秋菊姑娘准备一……时辰不早了，我先回去睡觉了，明儿还要干活呢，将军也早些歇歇。王爷可回府了？回长公主的话，王爷今夜外出会友，此刻还未回王府。什么时辰了亥时3刻刚过。好你个叶晨渊，跟一群狐朋狗友混在一起，都学会夜不归宿了。儿子的婚事他不着急，整天就知道跟那群狐朋狗友瞎混。你相去通知门房，将王府大门给本公主关了。是。慢着，长公主还有何吩咐？通知了前门，再去通知后门。还杵着做什么？赶紧去！殿下，您消消火，奴婢这就去。半夜，侍卫送喝得微醺的永安王回府，马车到王府前，侍卫见王府大门紧闭，连灯也没长，心知不妙。王爷，长公主殿下好像生明气了，先去后门看看。是。赶着马车跟着王府围墙绕了大半圈后，来到王府后门。王爷，后门也是紧闭的，看来长公主殿下这次很生凝的气呀。那就只能翻院墙了。叶晨渊施展轻功，越过王府后院后，直奔主院而去。如他所料，深更半夜，主院内灯火依旧通明。这么晚了，夫人，你怎么还没睡？叶晨渊，你知道现在几时了吗？也过了子时啊。夫人，我跟几位老友就约在老二家开的业绩酒楼吃的酒，绝对没有去不该去的地方。你若是不相信，只管去问老二夫妇俩。允兴，去将醒酒茶端来给王爷。是。还是夫人待我好，不像那群老小子，一个个只知道给我灌酒。别在我这里拍马屁，醒酒茶是银杏准备的。喝了一碗醒酒茶后，叶晨渊的思路彻底清晰了。夫人，时辰不早了，咱们去歇息吧。歇什么歇呀？我等你回来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江淮县来信了。这时候来信，可是江淮县水患严重到连锦兰都控制不住。明日一早，我进宫觐见皇上，请皇上派人去江淮县支援锦兰。你瞎紧张啥呢？咱们锦兰什么能力，你又不是不知道。区水患，岂能难得住咱们家锦兰？何况江淮县现任县令是陶清幸，那小子可是陶丞相夫妇俩的老来子。陶丞相能让自己的儿子在江淮县吃苦受罪吗？不是江淮水患变严重的问题呀。嘿，
姓叶的，不是江淮县水患变严重的问题，你就松口气了？有你这么当父亲的吗？万一是咱们的儿子出事了呢？夫人，不是你说要相信咱们儿子的吗？夫人，锦兰出什么事儿了？林奇在信中说啊，咱们儿子可能有心仪的女子啦。是吗？咱们儿子那棵铁树终于要开花了，这可是大喜事呀！那女子比锦兰大了差不多3岁呀。哈，这有什么呢？俗话说得好，女大三抱金砖，咱们家锦兰娶了那名女子，是锦兰的福气。再说了，年纪大的女人懂得疼人呐。那女子还嫁过人呀？林奇信中不是说，那女子是被家人卖给一个姓赵的老头子冲喜的吗？刚拜完堂，姓赵的老头就没了，又没洞房，这算哪门子嫁过人呢？叶晨兰，你这么说，是不是嫌弃嫁过的女人呢？你们男人3妻4妾，我们女人就得顺从，不顺从就是擅妒，犯7出之条。我们女人嫁过人，男人死了再改嫁，有什么问题啊？又不是少了眼睛鼻子嘴巴或者胳膊腿儿，为何就要被你们这些臭男人戳脊梁骨啊？夫人，我不是这个意。就你儿子那又臭又硬又冷的性格，哪个女人不怕？若是那名江淮县的女子愿意嫁给你儿子，你呀就该烧高香，谢天谢地谢祖宗保佑了，还敢挑三拣四。这几年我给你儿子介绍了多少名门闺秀，你儿子都没瞧上眼。你儿子的眼光有多高，你应该清楚。能被你儿子瞧上眼的女人，各方各面岂能差了去？夫人说的是。从林奇写来的信看，现在压根儿啊就是你儿子单相思，那江淮县的女子还没看上你儿子呢。哼，你还敢嫌弃人家30岁嫁过人了？夫人，你消消气。我是什么样的人，夫人跟了我这么多年还不了解吗？只要是锦兰喜欢的，哪怕对方是名男子，我都欣然接受。我的意思是，那女子30岁了，又嫁过人，锦兰是否是真的喜欢人家？万一锦兰只是一时兴起，岂不是害了人家女子？不会，我的儿子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清楚，而且他身上流淌着你们叶家的血，岂能是那种见异思迁的男人？若锦兰是那种3心2意、见异思迁的男人，如今呢，我们俩的孙子都能打酱油了。好像是这个理儿。夫人，那咱们现在该为锦兰准备什么？尽快在永安王府附近购一座宅子，备着给锦兰成亲做婚房。宅子呀，得买的大一些，万一锦兰跟那女子感情好，接二连三的生，宅子不够大，孩子玩耍的地方都没有。聘礼方面嘛，也得尽快着手准备。虽然那女子已经嫁过一次人，但嫁过来就是咱们永安王府的小王妃。咱们永安王府不缺银子，绝对不能怠慢了人家。这件事儿啊，就交给林管家去准备。夫人，你刚才不是说现在纯属是锦兰在单相思吗？这8字还没一撇的事情，这么操办是不是太着急了？哼，这叫有备无患，你们男人懂啥呀？哎，明儿一早我俩就动身前往江淮，咱们儿子好不容易动心一次，咱们俩呀得去帮帮儿子，争取今年年关之前将人娶回永安王府。今年迎娶，说不定啊，明年秋末就能抱上大孙子了。每次我跟那几个老姐妹聚会啊，都只能抱只猫。若是明年生了，我就能抱着大孙子去参加聚会了。哎呀，光是想想都觉得美呀。尹相，去让管家多备一些银两，明儿个我跟王爷带着上路，多备一些现银，或者在江淮一带能够兑换成现银的银票。皇上赏赐的绫罗绸缎、珠宝首饰也装一些，
我那未来的儿媳妇儿啊，应该会喜欢。人参、燕窝、鱼刺、鹿茸，这些补身子的也都带一些。我那儿媳妇儿是被卖给人冲洗的，想必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头。到了江淮之后呢，我要好好为我那儿媳妇儿补补身子。是，奴婢这就去办。7日后，江淮县。二娘，那你总得告诉我，大量收购野菊跟这不知名的野果做什么？不然我这心里啊一直没底儿。我没告诉过你们吗？看见赵秋菊摇了一下脑袋，我还以为告诉你们了呢。这几日忙前忙后，忙里忙外，给搞忘了。请问这里是花如意大姐家吗？见2名年轻的小伙子抬着一口炉鼎式的铁锅站在院子门口。辛苦2位小哥了，快快请进。花大姐，这是按照你所给的图纸打造的，你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若是有什么问题，请及时告诉我们，我们抬回去让师傅修整。王家铁匠铺不愧是大兴镇手艺最好的铁匠铺，这炉鼎甚是满意，无需修改了。半个时辰后，王家铁匠铺2名伙计才从老赵家离开。二娘，这锅做的也太奇怪了，一点都不像锅，倒是有些像太上老君的炼丹炉。这叫蒸馏器，将洗净的野菊丢进这蒸馏器内，加入一定分量的清水，炉底下烧火，就能获得野菊精油。那些刺藤上长的红色果子名唤玫瑰果，将其内部的种子取出来，可以榨油。将玫瑰果油跟野菊清油按一定的分量混合调配，就能得到一种可淡化皱纹、淡化面部斑点、具有美容养颜功效的精油。二娘，这么复杂的东西你竟然都懂啊？可是上次掉茅坑昏迷之时，老师先传授给你的。自然是，趁着这段时间漫山遍野都是野菊跟玫瑰果，我们多制一些精油，等水患过去，江淮县的市场恢复正常，我们就将精油拿去市场上售卖。之前我跟一名卖胭脂水粉的小哥约好了一起开铺子，那小哥为人机灵，是个会来事儿的，我跟他一起合作应该不会亏本。现在还觉得我花钱收购野菊跟玫瑰果亏吗？啊，是我瞎担心了。二娘何时做过亏本的买卖？我应该毫无条件的信任二娘，支持二娘。东升二娘，秋菊，我们又来交货了。傍晚的时候，一群女人背背篓的背背篓，拎箩筐的拎箩筐，一路有说有笑的前来老赵家交货。今儿个这些野菊的品相有些差，东升二娘，你先看看，若是看不上眼，我就背回去喂牛。秋菊，给你田婶过秤。田婶，过完秤后，你去东升媳妇那里领银钱。好呢。王氏挪开了，排在后面的人赶紧拎着背篓上前给花如意检查。大姐，这是我摘的，你给看看。哎，大姐，哎呀，以前都是我不好，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跟我一般见识。我花如意可是这10里8村出了名的恶毒悍妇，你请一个悍妇不要跟你一般见识，不觉得可笑吗？你唐青莲采的野菊我不收，拿走吧。下一位。奶奶，大姑不肯买娘摘的野菊，娘拿不到钱，是不是我们就没肉吃了？奶奶，可是我好久都没吃肉了，我想吃肉，我还想买麦芽糖吃。奶奶，我也想吃肉。好你个花如意，别家的野菊你都买，自家人的野菊你反倒不买了啊！三舅母，你帮忙称一下野菊，我去一下隔壁找叶先生。我婆婆惯会耍心眼，大姐脾气暴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恐大姐会吃了亏。你赶紧去，速去速回。秋菊姑娘，有什么事吗？林奇公子，你家叶先生呢？我家公子召集了众人，正在帐篷里商议事情呢。秋菊姑娘有事，我可以。哦，我二娘跟老花家的人吵起来了。老花家那老婆子啊，是个厉害的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担心我二娘会吃亏。林奇公子，你赶紧带我去见叶先生吧。秋菊姑娘，你在此处稍等，我这就去通知我家公子。
将军，出事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其他问题明日再讨论。发生何事了？如此慌慌张张。是花大姐跟老花家的人吵起来了。秋菊姑娘说老花家那老婆子厉害得很。将军，您现在要不要过去帮忙花的？忽然感觉一阵风从身边刮过，等他定神看去，身边哪里还有叶锦兰的半点身影。将军都走远了，还傻愣着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呀？我不过是想要看看你带来的货。唐青莲，你这么紧张做什么？花如意抓了一把野菊后直起身来，旋即将手抬高，让在场的众人都能看见他手里的野菊。哎呦，怎么是一些野菊，一些是跟野菊相似的小黄花呀？夏宝娘，你在榆树村生活了这么多年，怎么还分不出野菊跟小黄花啊？分不出来怎么可能嘛？野菊跟小黄花虽然像，但气味不同。咱们村儿4、5岁大的孩子都知道区分野菊跟小黄花呢。难怪东升二娘不收你家的野菊，拿小黄花充数，活该！这种小黄花是有轻微毒素的，人不小心误食了，轻则会引起腹泻，重则会卧床不起。唐青莲，你卖毒花给我，居心何在啊？我没去县衙告你的状，已经是对你仁慈了。你们一家还不赶紧滚？是想等我去衙门告你们吗？我好想英雄救美，奈何每次都用不着我。对，这种小黄花有毒。去年夏天我家养了只羊，那羊啊就是上山吃了这种小黄花，回家后拉肚子，没几天呢，那羊就拉死了。东升二娘说的一点没错。唐青莲，你将毒花卖给东升二娘，你居心何在啊？定然是见东升二娘在老赵家过得好了，心里不服气。不是，你们别胡说八道啊！我压根儿不知道这种小黄花有毒。唐氏再是泼辣，也招架不住这么多人指指点点，骂骂咧咧，为自己辩驳了一句后，就拉着2个哭哭闹闹要吃肉的孩子离开。二娘，咱们收购了那么多野菊跟玫瑰果，咋只提取了这么点精油啊？咱们从村民手里收购野菊跟玫瑰果，可花了不少银钱呢。就算这4壶精油，一壶卖150文，那也赚不回本钱呐。谁告诉你我们按壶卖了？你当咱们是卖酒的吗？啊，不按壶卖，难道按斤按两卖？咱们按瓶卖，一只瓶子大概鸡蛋大小。过几日我去镇上卖瓷器的地方转一转，看能不能买到这样大小的瓷瓶。一瓶咱们先定价1两银子。1两银子？大姐，我相信你是个有眼光有远见的，但这么小一瓶精油卖1两银子，会不会有些贵得离谱了？1两银子等于1000个铜板，1000个铜板足够普通老百姓家一家6口生活1个月了。而且咱们江淮一带刚刚遭了水灾，会有人愿意花这高价购买吗？1两银子一瓶并不贵，说江淮一带没人愿意买，我便拿去其他地方卖。如何将这些精油卖出去，由我操心就行了。天色已晚，老大、远弟，你们赶紧将院子收拾一下。卖胭脂呢，新做的胭脂又香又好用，大姑娘小媳妇儿走过路过莫要错过呀。董小哥、大妹子，好久不见，今日你们夫妇2人可好啊？好，大姐。董小哥、大妹子，最近胭脂摊的生意如何啊？哎呀，不瞒花大姐，自从水灾后，这胭脂摊的生意就很难做了。前阵子水患严重，屋舍漏雨进了水，还将我们2口子辛苦做的胭脂给泡坏了一些。哎，花大姐，你之前跟我说合伙开胭脂铺的事情，可还作数？自然是作数的。今儿个我来此找你们夫妇2人，便是为了跟你们夫妇2人商量这件事的。花大姐，需要我跟董哥做什么，你尽管开口，只要是我们夫妇俩能力范围内的事情啊，我们夫妇俩一定全力以赴。江淮县刚遭水灾，眼下在江淮县开胭脂铺恐怕不太行。清河县跟咱们相邻，我打算在清河县县城开一家胭脂铺。我之前去过清河县，清河县县城十分繁华。最近几日，我便动身前往清河县看商铺，若遇到合适的，我便租下来。
等铺子开起来了，得劳烦董小哥跟大妹子前去清河县守着铺子，我这边还有其他事情要安排。等江淮县这边彻底恢复以前的繁华了，我再在江淮县开一家胭脂铺。到时候我雇2个人去看着清河县的铺子，让董小哥跟大妹子回来。铺子我负责租。等铺子开起来，咱们主卖芦荟凝胶面膜，跟我新研制成功的护肤精油，走奢侈高端路线，盈利分配方面咱们3-7，你们夫妇俩可有意见？花大姐，按你的意思，咱们夫妇俩基本上不用出本钱，只需要出人力就行了，对吗？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夫妇俩对此没意见。花如意又跟董文山夫妇俩闲聊了几句，这才赶着马车离开。夫人，你还好吧？这位夫人应该是水土不服引起的恶心干呕，若不及时治疗，夫人这呕吐的症状可能会加重。姑娘一眼看出了我夫人乃是水土不服引起的恶心干呕，可是懂医术。我懂一些医术，曾经帮人治疗过水土不服，若是这位老爷信得过我，我可以为令夫人治疗一番。那就有劳姑娘帮我看看。我先给夫人推拿几下，缓解一下痛苦。过程可能会有些痛，还请夫人忍一忍。姑娘只管动手，我不怕痛。大概一诊查后，花如意停了手，长公主不吐了，脸色也好看了不少。姑娘今日为我治病，我感激不尽。请问姑娘贵姓，家住何处？改日我好亲自登门感谢姑娘。我姓花，家住大兴镇。今日我能在此遇见花姑娘，是我跟花姑娘之间的缘分。花姑娘可愿意随我夫妇2人去茶楼坐坐？长公主太过热情，花如意不好拒绝。瞧着天色也还早，花如意便对着长公主略点了头。哎呀，花妹妹答应了，太好了。相公，你赶紧在这附近找一家上等的茶楼，我要与花妹妹好好聊聊。传信给郡王，殿下跟王爷晚些时间到县衙，若是郡王不放心，让郡王到飘香茶楼来见殿下跟王爷。是，银杏姑娘。敢问花妹妹今年芳龄几何呀？我今年30了。30了吗？哎呦，可真是一点都不像呀。花妹妹脸上的皮肤水嫩光滑，白里透红。若说花妹妹只有18、19岁，我也信呢。花妹妹，你平时是如何保养皮肤的？我们平头老百姓没银钱保养自己的皮肤，我用的不过是我自己调配的一种药膏，每天睡觉前将那药膏涂抹在脸上，2刻钟后将脸洗净，久而久之，脸上的皮肤就光滑了。我看夫人你脸上的皮肤有些干燥，可是夫人经常有使用胭脂水粉。哎呀，我用的那些胭脂水粉可是花大价钱买的，可不知怎么了，越用越是感觉脸上的皮肤干燥，连皱纹都长出来了。哎，真是气死我了。夫人面部皮肤干燥长皱纹，正是因为长期使用那些胭脂水粉。夫人若是相信我的话，不如一段时间不用那些胭脂水粉，每日只用清水洗脸，一段时间后看看自己的皮肤状态会不会有所改善。花妹妹的话我自然是相信的。不知不觉茶水换了3轮，大半个时辰都过去了。相公，你嗓子不舒服吗？夫人，时辰不早了，咱们该去跟儿子会合了。咱们这次来江淮县是为了什么？你可别忘了。花妹妹，时辰不早了，咱们下次见面再好好聊聊。母亲，你管他叫什么？阿兰，花妹妹跟你年纪差不多，母亲跟花妹妹一见如安。不等长公主将话说完，她就忙不迭的拉着长公主到门外走廊说话。哎呀，阿兰，你干什么啊？我跟花妹妹还有几句话要说呢。母亲，你别一口一声花妹妹的叫如意了，你知道如意是谁吗？难道花妹妹是阿兰你心仪的姑娘？如意就是儿子的救命恩人，就是儿子心仪的女子。哎呀，那你怎么不早点说啊？儿子倒是想说啊，
可母亲你拉着如意的手说个不停，压根儿不给儿子开口的机会。母亲知道了，母亲一定不会坏了你们的好事儿。母亲，我心仪如意，你不反对？反对？我为什么要反对啊？你都快无欲无求，得立地成佛了。现在你终于瞧上了一个女人，有了成家的念头，我跟你父亲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反对呀？何况如意那么漂亮，那么优秀，配你这个不解风情的小子，绰绰有余了。哎，我跟你父亲呀，这次前来江淮县，带了3万多两黄金，绫罗绸缎、珍馐药材不少，用这些做聘礼。儿子，你觉得够不够啊？若是不够，咱们永安王府可以往上加，绝对不亏待了如意。儿子，不管你是坑蒙拐骗还是花言巧语，尽快将如意给老娘弄到手，不然了，老娘就白带这么多东西到江淮县了。这一路上可是跑累坏了几匹马儿呢。母子俩在走廊里大概1盏茶的时间，这才笑容满面的回到了雅间里。如意呀，没想到你跟阿兰认识。民妇花如意见过长公主殿下。哎呀，起来起来，这里没有长公主。我呀是阿兰的母亲，既然如意跟阿兰是朋友，不妨称呼我一声伯母。如意觉得如何？伯母？这怎么成啊？长公主殿下身份尊贵，民妇一介平民，如何能管长公主殿下叫伯母？这太折煞民妇了。母亲，时辰不早了，儿子先送你们去县衙府落脚吧。让如意一个女子独自回大兴镇，我不放心呐。这里距离县衙府不远了，我跟你父亲自己去县衙府，你送如意回大兴镇，路上保护好如意，若是如意有个什么闪失，我拿你试问。太阳还没下山呢，我自己回大兴镇没啥问题。如意长得这么漂亮，又这么聪慧，对如意心怀不轨之人啊，多了去了。阿兰，你将如意送回大兴镇后，今晚就歇在大兴镇得了。这些日子我与你父亲舟车劳顿，有些疲乏了。今儿晚上我们要早些歇息，就算你赶回来，我与你父亲也没时间见你。老爷夫人，花大姐家就在前面了，请随属下来。慢着，各位乡亲，你们都是如意的邻居吧？夫人，你是来找东升二娘买东西的吧？那夫人你可来对了，东升二娘是个实诚人，从她手里买的东西呀，那都是好货，而且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呀。这位大哥，我们夫妇2人不是来找如意买东西的，我们夫妇2人呐，是如意的朋友，今个前来榆树村是为了拜访如意的。银杏，夫人有何吩咐？咱们不是买了一些酥饼吗？拿些出来，给在场的乡亲分一分。是，夫人。银杏抱着牛皮纸袋。多谢夫人。多谢夫人，夫人真是个大好人啊。夫人是大好人，我们也是沾了东升二娘的光呢。哎，姑娘，我叫唐青莲，花如意呀，是我嫡亲的大姐。我家有2个小孩子，2个老人，姑娘可否多给几块啊？银杏，慢着，你说你是如意的嫡亲大姐？是的，如意娘家的妹妹还是弟媳呀？是弟媳，花如意是我大姑姐。你们一家不是已经把如意给发卖了吗？既然已经将如意发卖了，那如意便不再是你们花家的人了。我这个酥饼啊，贵得很，可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吃的。银杏，将东西收起来，咱们走。是，夫人。看着长公主夫妇俩在陈叔的带领之下，浩浩荡荡的朝着老赵家走去，唐氏气的双眼都红了。人心不足蛇吞象呀，家宝娘。很快，其他村民也都拿着酥饼欢欢喜喜的回家了，唯独没有捞到好处的唐氏杵在大榆树下继续生闷气。哼，欺负了我未来儿媳妇儿，还想利用我未来儿媳妇儿从我这里拿好处，简直混账！若不是为了给我儿子
为了儿媳以及孙子积德，像那种刁妇，我就赐他一丈红了。夫人，你消消气，这里距离赵家不远了，你别这样，小心将未来儿媳妇一家吓着。相公，那是咱们家阿兰吗？是啦，夫人，阿兰是男人，让他劈个柴没什么的，你别怪如意。而且咱们阿兰干的好像挺开心的。哎呦，相公，你想多了，我怎么可能会责怪如意呢？别说如意只是让阿兰劈柴了，就是如意让阿兰去洗马桶，我也没意见。咱们阿兰呐，皮糙肉厚的，做点粗活又累不着他。而且，作为一个男人，就应该多方面照顾自己心爱的女人嘛。自家夫人，这可真是有了儿媳就忘了儿子呀。父亲、母亲，你们怎么来了？名副罗氏见过叶老爷、叶夫人。忙不迭对着长公主夫妇俩俯身行礼，客客气气的邀请长公主一行人进屋。如意为我治好了水土不服之症，我跟你父亲前来感谢感谢如意，不行吗？听林奇说，你还欠了如意1万两银子呢。不等叶锦兰解释，长公主就对着身后的一名侍卫使了一个眼色。公子，这是夫人为您准备的。这里的黄金等于1万两白银。多谢母亲。哎呀，儿啊，还觉得黄金晃眼，白银傻白，铜钱相冲吗？啊？黄金灿灿，白银雪亮，铜钱适用。臭小子，你可算开窍了。等你成婚之后，我就将王府的产业都交给你打理，然后啊，让你爹带着我去周游列国。叶老爷、叶夫人，请喝茶。农家粗茶，还望叶老爷跟叶夫人莫要嫌弃。哎，不嫌弃，不嫌弃。这茶水真好喝，苦后甘甜，还有股子淡淡的花香，很特别呢。这是我家二娘调配的茶叶，在茶叶中加入了野菊跟银丹草。二娘？哦，你是如意的。回叶夫人的话，花如意是我丈夫的继母。罗氏话落，长公主仔细打量着罗氏，这女人瞧上去应该有30多岁了，膝下一定有孩子。那阿兰娶了如意，她岂不是直接升级成了老祖宗？意识到这个问题，长公主盯着罗氏的眼睛有些发亮。以后参加老姐妹们的聚会，她岂不是可以带着曾孙跟曾孙女了？长公主心里越发的美，盯着罗氏的目光越发的亮。罗氏被她盯得浑身不自在，忙找借口逃离。厨房里在剁肉，声音有些大，二娘怕是还不知道叶老人跟叶夫人来访，我这就去通知二娘。花如意正握着菜刀在厨房里剁猪脚，见罗氏神策匆匆的走来，随口问：发生什么事了？二娘，叶老爷跟叶夫人来访，在院子里呢。那你来帮我将剩下的猪脚剁了，我出去看看。民女赵秋菊见过叶老爷、叶夫人。姑娘，你跟如意是何关系啊？花如意是我二娘，我是这个家里最小的3女儿。我二娘说家里来贵客了，让我来见见。原来是如意的继女呀，我是阿兰的母亲。民妇知道，二娘刚才已经告诉了民女。秋菊姑娘，你去厨房帮如意吧，有阿兰在这里陪着我们就好了。是。母亲，你这么盯着我做什么？阿兰，母亲问你啊，你跟这秋菊姑娘是何关系啊？母亲，儿子跟秋菊姑娘没有任何关系，请你谨言慎行，免得有损秋菊姑娘的名声。真的没关系？若母亲非说儿子跟秋菊姑娘有关系，那我们便是朋友关系。秋菊姑娘知道儿子心悦如意，这段时间她给儿子出了不少的主意，如意的一些喜好也是秋菊姑娘告知儿子的。这么说，阿兰你最近跟秋菊姑娘走得很近了？是。
叶晨兰，瞧瞧你生的好儿子。母亲可是觉得如意误会了我跟秋菊姑娘之间的关系？你可算想明白了，比你父亲稍微聪明些。这赵家人丁不少，如意偏偏叫秋菊姑娘来此陪我跟你父亲喝茶，这不是明摆着将你当成了未来女婿，想让秋菊姑娘在我跟你父亲面前露脸吗？这段时间如意可有时不时让你跟秋菊姑娘一起。夫人，那现在是不是让锦兰去找花姑娘解释清楚？不用解释，今日回县衙准备一下，明日一早直接上榆树村来提亲。成。秋菊，你不在堂屋待着，跑这里来干啥？有叶先生在堂屋陪着叶老爷跟叶夫人呢，用不着我，我来厨房帮二娘烧饭。赵秋菊走到灶堂前，拿起火钳，一屁股就坐了下去。你个憨包！唉。翌日一早，天色大亮不久，叶锦兰跟长公主夫妇俩便声势浩荡地进了榆树村。钱媒婆，待会儿到了赵家，你给我放机灵一些。若这门亲事说成了，我保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叶夫人，我办事您放心，我可是江淮县鼎鼎有名的媒婆，这些年我促成的姻缘没有1000对，那也有100对了。我一定为叶公子将这门婚事说成了。这不是昨儿个给大伙发酥饼的那位夫人吗？可不是。今儿个带了这么多东西进村，莫不是又要去老赵家？人家是老赵家的朋友，自然是去拜访老赵家。真羡慕老赵家有这么有钱又大方的朋友。我瞧着这夫人今儿个来像是提亲呢。那个穿红戴绿的女人好像是媒婆哎。请问如意姑娘可在家呀？在家，稍等片刻。如意姑娘，赶紧让我们进屋吧。叶夫人、叶老爷、叶公子，请入内说话。叶锦兰一个眼色，随行侍卫便将那一只只绑了红布头的箱子放下，除了林奇，其余的人全部退了出去。恭喜如意姑娘，贺喜如意姑娘。大娘，这话是何意啊？今儿个叶老爷、叶夫人跟叶公子是来向你家提亲的。秋菊刚端着脏衣服去河边了，我这就去河边将秋菊叫回来。我来向你提亲，叫秋菊姑娘回来作甚？啥？既然你没有听清楚，那我再说一遍，我叶锦兰今日是来向你花如意提亲的，希望能够娶你花如意为妻。未来女婿提亲对象竟然是我！苍天啊，大地啊，这叫啥事儿啊？叶夫人，叶老爷，我有几句话想单独跟叶公子谈一谈，失陪一下。花如意拽着叶锦兰大步朝着堂屋走去，旋即砰的一声将堂屋的门给关了。军哥，咱们是不是马上就要有爷爷了？叶先生人挺好的，若是叶先生做我们的爷爷，我举双手赞成。你们都是如意的孙子孙女儿吧？叶夫人好，我叫赵俊，是二奶奶的长孙。这是我的弟弟赵鹏，这是我堂妹赵甜甜，这是三舅公家的2位小表姨，花小玉跟花小满。俊哥今年几岁了？可有在念书？回叶夫人的话，今年过完年我就14岁了。原先家里穷，是没有念书的。二奶奶最近赚了银钱，送我跟弟弟妹妹2位小姨去隔壁柳树村私塾念了书。真乖，真懂事。阿兰是真心喜欢你们二奶奶的，若是你们二奶奶待会儿拒绝了阿兰，你们几个可要为阿兰说说好话呀。若阿兰娶了你们二奶奶，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太奶奶啦。太奶奶有钱，太奶奶带你们去最好的酒楼吃饭，带你们去最好的戏园子听戏。叶夫人，吃饭听戏对我们不重要，叶先生对大姑好，我们才答应将大姑嫁给叶先生。我们希望大姑能嫁个好人，以后每一天都过得开开心心的。这丫头这么懂事儿，几岁啦？
回叶夫人的话，小玉马上就7岁了。如果叶先生当真喜欢大姑，保证以后对大姑好，不欺负大姑，我们才帮叶先生说话。叶夫人，小玉年纪小不懂事，不太会说话，有什么得罪之处，还望叶夫人海涵。但是小玉刚才说的话也是我想说的。叶先生喜欢我大姐能喜欢多久？若只是一时半会儿的喜欢，还请叶大人放过我大姐。我大姐命苦，现在日子好不容易有了起色，我不希望我大姐再痛苦了。啊，你是如意娘家的弟弟？是的，我叫花如远，是花如意的三弟。我们阿兰呢，快30岁的人了，以前从未喜欢过任何一个女子。他喜欢如意，必然是打从心底里喜欢的，不然他不会迫不及待的让我们来榆树村提亲。叶家的男人个个痴情，阿兰他父亲只娶了我一个。阿兰娶了如意，必然会疼爱如意一辈子，你们大可放心。我跟阿兰的父亲膝下没有闺女儿，待如意嫁过去后，我们夫妇俩将她当成亲生闺女待。长公主说了这番话，老赵家大大小小的心里这才踏实了。将军，不带你这么吓人的。我没有想吓唬你，是你一天到晚只想着赚钱，丝毫不将男女之事放在心上。我对你的在意，我对你的好，你一丝一毫都瞧不见，更不明白我的心意。我怕失去你，我心里焦急了，只能出此下策。你之前明明跟秋菊……你在胡思乱想什么？我跟秋菊姑娘之间清清白白的。可我经常看见你们俩黏黏糊糊的在一起，就算你对秋菊没有意思，也不能保证秋菊对你没有意思。你长得这么好，又这么优秀，女人是容易爱上你的。我长得好，我优秀。我随口说说，将军若是不喜欢听，就当我没说过，或者我收回。说出口的话等于泼出去的水，如何能够说收回就收回？那如意可曾对我动过心？这个问题咱们先不讨论，先说说你跟秋菊到底是怎么回事吧。说不清楚就请叶将军打脑来，防脑回。天地良心，我没有跟秋菊姑娘黏黏糊糊，我跟秋菊姑娘关系是比较好，但仅仅是朋友关系。从塔吉部落回来后，我便发觉了我对如意你的心意。我想知道你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有关你的一切我都想了解。于是我就找了秋菊姑娘打听。你跟秋菊在一起说了那么多，都是在向她打听我的喜好。如意，你现在可以答应我的提亲了吗？就算你心里没有秋菊，你能保证秋菊心里也没有你吗？你就放心吧，秋菊对我没有那方面的意思。在得知我对你的心意后，秋菊姑娘很高兴，还叮嘱我将来要好好的待你。找秋菊这妮子，竟干些胳膊肘往外拐的事情。片刻后，两人分开。如意，你没有推开我，这证明你心里是有我的。答应我的提亲吧，我叶锦兰不会说甜言蜜语，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会一辈子敬重你，爱你，宠着你。只要有我叶锦兰在的一天，我定护你周全，护所有在乎的亲人的周全。此生我叶锦兰只娶你一妻，只与你生儿育女，只与你白头偕老，死后只与你同葬。你刚才紧紧握住了我的双臂，让我怎么推开你啊？那咱们再来一次。啥？花如意还没反应过来，男人灼热的气息再一次落在她的唇上。这一次我没有禁锢你的双手，如意，你还是没有将我推开。你的心里是有我的，别再因为世俗压抑了自己的感情了。只要我不嫌弃你，任何人都不敢耻笑你。你先让我冷静冷静。丫头，你纠结了，你对你眼前这个男人动心了。苍爷，咱们还有多久才能离开这个世界？这个我不知道。运气好，3年5载就能离开；运气不好，30-50年也是可能的。丫头，你若是喜欢眼前这个男人，就答应吧。
兴许咱们还要留在这个世界30-50年，若没有一个人在身边陪着你，日子会很无聊的。叶锦兰，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你认真的回答我。若是你回答的好，我便考虑答应你的提亲。你问。假如我我只有3-5年的寿命了，你可还愿意娶我？可还敢爱我？如意，我不会让你死的。我这就带你回京城，找宫里最好的太医为你医治，我一定会想办法将你治好的。我没得病，我是说假如，你别这么紧张。就算你只剩下1年的寿命了，我叶锦兰也愿意娶你花如意为妻。叶锦兰，听你说了那么多，我承认我对你是有些动心的，但你我相识不久，而且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你跟秋菊互相喜欢，一直拿你当未来女婿待。你现在忽然告诉我你心悦之人是我，这一时半会儿的我还有些适应不了，你让我先缓缓。那咱们就先订婚，不着急成婚。订了婚，你有的是时间调整心态，了解我，可好？好啊。如意，你答应了，太好了。不等花如意再说话，叶锦兰就牵着她的手，拉着她走到门口，打开了紧闭的6合门。阿兰，你跟如意谈得如何了？父亲母亲，如意已经答应了。哎呀，太好了！陛下，将将军的生辰八字给我。是，夫人。长公主接过红册子，笑容满面的将红册子递给花如意。请叶夫人叶老爷稍等片刻，我回屋去取我的生辰八字。大概半盏茶后，花如意回到堂屋，将自己现用红纸做的庚帖递给了长公主。伯父伯母，这是我的生辰八字。父亲母亲，走个过程就行了，就算我跟如意的八字不合，我也会娶如意为妻的。恭喜叶公子啊，贺喜叶公子啊！从八字上瞧啊，叶公子跟花姑娘这是天作之合啊！花姑娘嫁给叶公子那是望夫之命，叶公子跟叶家以后一定能和和美美，繁荣昌盛，子孙满堂啊！赏。银杏闻言，立马取出一锭银元宝，将那银元宝递给了媒婆。如意啊，聘礼方面你可有要求？若是有，尽管提出来。叶夫人，你跟叶老爷今儿送来的这么多东西来我家，不是给二奶奶的聘礼吗？孩子，你二奶奶已经答应嫁给阿兰了，你现在呀可以管我叫太奶奶了。太奶奶？哎，这点东西哪能算是聘礼呀？这是提亲礼，待你二奶奶跟二爷爷成婚之前，叶家会再来下聘。我对聘礼没有要求。既然如意没有要求，那我就自己看着办了。嫁妆方面，如意你不必准备太多，叶府啊什么都不缺，只缺你这个人。你愿意把我家这傻儿子收了，我已经谢天谢地了。恭喜二娘，恭喜叶先生。恭喜大姐，恭喜叶先生。二奶奶，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管叶先生叫二爷爷了？小妖妹也知道自己有二爷爷了呢。过来排好队，二爷爷给你们发红包。几个孩子见他招手没敢动，一个个都扭头眼巴巴地将花如意看着。去吧，你们二爷爷大姑父给你们发红包呢。叶锦兰摸了摸花小玉的头，将一个大大的红包塞到她的小手里。谢谢大姑。爹娘，大姑父给的红包里面装的是银票。叶大哥，你给的太多了，给小孩子发红包发几个铜板就是了。这是我第一次当大姑爷跟二爷爷，心里高兴，就给孩子们多发一些。这几个孩子不是都在念书吗？就当是我给几个孩子的束修钱了。这是小福星的。叶锦兰走到李氏的面前，微微一笑，打算将最后一个红包塞到小福星的襁褓里。可小福星伸手一把就把红包抓在了手里。这孩子小小年纪怎么跟个财迷似的？财迷好，从小财迷，长大了会赚钱。长公主稀罕粉嘟嘟的孩子，说着起身走到李氏的面前。
叶夫人，可需要抱一下小福星？哎呦，这孩子这么小，我可以抱吗？啊，当然可以，小福星马上就要满月了。长公主这才放心大胆的伸手从李氏手里将襁褓接了过来。这孩子真可爱呀！小福星，你好啊！从今个起，我就是你的太奶奶了。二娘，今儿是你跟叶先生订婚的大喜日子，按理说应该摆上几桌，邀请村长及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辈一起庆祝庆祝。摆，这么大的喜事，必须多摆几桌庆祝庆祝。缺什么让林奇现在带着人去大兴镇置办，顺便呢在镇上找几个厨子来帮忙做饭。今儿晚上咱们请全村人吃饭庆祝。大概2个时辰后，林奇等人采购回来了，买了1头猪、5头羊，几大麻袋的蔬菜跟喜糖，请了3个厨师帮忙。下午，罗氏、陈氏、赵秋菊挨家挨户的通知晚上在村子中庭晒谷场设宴。快通知到老花家时，陈氏皱起了眉头，有些犹豫了。三舅母，你若是不想去，就在这里等我们，我跟秋菊去就是了。我不是不想去，我是担心晚上开宴的时候，我那婆婆跟二嫂闹事，当着全村人跟叶先生一家的面给大姐丢脸。可这不请老花家也不行啊。咱们将全村都请了，唯独不请老花家，若是被梅氏跟唐氏知道了，就那2个女人的脾气，肯定会跑去酒宴上闹腾的，到时候恐怕更加丢二娘的脸。请吧，全村的人都请了，没理由不请老花家。再一个，梅氏是二娘的生母，若是二娘跟叶先生订婚宴不请梅氏，我担心二娘会被村里的那些长舌妇嚼舌根。左右不过是一顿饭，请了老花家的人，咱们也亏不了什么。二娘的名声重要，有叶先生一家在，我谅那梅氏跟唐氏也不敢在宴上乱来。3人在老花家院子外商量一阵后，这才走上前敲门。谁呀？是我，罗慧娘。哟，罗慧娘，赵秋菊，你俩有啥事儿啊？哟，这不是老三媳妇儿吗？这么久不回家看看，亏你还知道咱们老花家的大门开在哪里呀？二嫂，今儿个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哼，那你是来做什么的？大姐今日订婚，摆喜宴，我们来请爹娘以及你们一家喝喜酒的。你刚才说谁订婚？大姐今日订婚。花如意？哦不，大姐她跟谁订婚呢？你见过的。柳树村的许老汉，唐青莲，可是你去柳树村家许家面前说了我家二娘想改嫁？我之前还想不通许家为何找媒婆去我家提亲，原来是唐青莲你从中作梗啊！唐青莲，你可真是缺德呀！当初爹娘将大姐卖给赵家冲喜，你唐青莲可没少出力。见大姐现在的日子过得好些了，你又揣度柳树村的许老汉找媒婆去赵家提亲，你安的啥心呢？你这么害大姐，就不怕老天爷看不下去了，下到雷劈死你吗？许老汉虽然快50了，但身体硬朗着呢。仔细算算，人家许老汉也就比大姐大20来岁，哼，大姐嫁过去了，兴许还能怀上孩子呢。再说了，许家要宅子有宅子，要田产有田产，我哪里害大姐？既然许家那么好，你咋不嫁过去呢？哟，你以为我不想啊？这不是有你二哥吗？妯娌俩吵了几句后，唐氏压不住心里的好奇，又问：不是许老头，那跟大姐订婚的男人到底是谁呀？是叶先生。你以为大姐这辈子只能嫁老头子吗？大姐品德好，又能干，长得也不差，喜欢大姐的男人啊多了去了。啥？你说跟大姐订婚的男人是叶简兰？可不是吗？话我们已经带到了，今儿下午你们一家要来便来，不来便算了。时辰不早了，三舅母，咱们赶紧回去帮忙吧。爹
娘，海哥出大事儿了！要死远点儿，别吓到老娘！哎呦，爹娘，出大事儿了！出啥大事儿了？大姐今日跟人订婚了！啥？你是不是听错了？就大姐那样，长了一双大脚，嫁过老头子冲洗，还掉过茅坑，还有男人敢要她？哎呦，我怎么可能听错呀？刚才敲门的是赵家大媳妇儿跟三弟妹，那2人当我面亲口告诉我的。他们还说了，为了庆祝大姐订婚，今儿个晚上在村里办订婚宴，邀请全村吃饭呢。爹娘，海哥，咱们今儿下午去吃席嘛？去，当然要去。去的时候一人带1个碗，吃饱了再带一些回来。赵家啥时候摆席呀？嘉诚跟家宝2个兔崽子上山摘野果子去了，到现在也没回来，会不会错过吃席的时间呢？请全村吃饭，那得做不少桌酒席啊！今儿下午不会那么早开席啊。嘉诚、家宝一会儿就回来了，耽搁不了。跟大姐订婚的男人是谁？跟大姐订婚的男人，咱们都见过的。柳树村徐老汉。就大姐那模样跟名上，也就只有柳树村徐老汉那样的官夫瞧得上他。哎呀，不是柳树村的徐老汉。那是谁？是叶先生，就是叶锦兰，从京城里来的那个负责监督重建江淮河堤的大官儿。你说啥？娘，我说跟大姐订婚的男人是叶先生。这一次没事相信自己的耳朵了，顿时觉得自己做了一笔亏本的买卖。他竟然将这么一个宝1两银子卖给了老赵头冲洗。哎，娘，娘，你咋了啊？娘，你可不能死呀！你死了，咱们家的地谁种呀？我咋就鬼迷心窍，为了1两银子将如意的丫头卖给老赵头冲洗了呢？哎呦，当初我若不是将如意的丫头卖给老赵头冲洗，我现在就是官家丈母娘了呀！哎呀，都是你这扫把星出的主意！你个败家玩意儿，如海倒了8辈子血霉才娶了你进门，你说你除了会下蛋还会做什么呀？娘，你现在骂我也没用啊！当初是你自个儿为了1两银子起心要将大姐卖给老赵头冲洗的，我不过就是在旁边帮腔说了几句。娘的话海哥当时也说了，你怎么不骂海哥啊？没事骂骂咧咧一阵后觉得累了，这才停下来。见他不骂了，花如海松了口气，在他身上出主意。娘，姓叶的有钱，待会儿咱们去吃酒席，你就趁机管姓叶的要聘礼，当着全村那么多人的面，还怕那姓叶的不肯给吗？潘兰，你杵在这里干啥？怕人手不够，打算帮忙筹备酒席。叶沉渊，人手不够，你去帮忙筹备酒席。好的，夫人。长公主一声嘱咐，叶沉渊立马挽起了2管袖子，走到院子里，拿起一把斧头劈柴。现在人手够了。叶锦兰同情地朝自己的父亲瞧了一眼。别同情你爹了，赶紧去陪陪你媳妇儿，这才订婚呢，还不是板上钉钉子的事情。你要是把我儿媳妇弄丢了，就别回京城见我了。那订婚宴那边就有劳父亲跟母亲多多费心了。放心吧，有我跟你父亲在，出不了什么乱子。而且老赵家的人都耿直，这村里的人呐，大多都好相遇，不会乱来。叶锦兰放下袖子，朝长公主揖了一手后，大步离开去找花如意。没事干，觉得无聊。新娘子是不需要干活的，这是规矩。要不我带你去山上走走，你好些天没有去卢窑了，我带你去卢窑看看。花如意听得嘴角一抽，这个男人第一次约她，竟然要带她去卢窑。烧水泥的卢窑有什么好看的？臭直男。走吧。两人出了门，熟门熟路的往豺狼岭方向去。我家老大想参加武科举考试，我们一家对武科举考试的流程不是特别熟悉，
不知道你这个二爹有何指教跟建议啊？咱们家大儿子习过武，武科举考试不仅考武术，还得考骑射之术。若是能够识文断字懂兵法，那就更好了。不久前我得了一本武功秘籍，随手丢给了老大，老大跟着那秘籍修炼，小有成就。所以说咱们家大儿子是半道出家的。是啊，你要是对老大的能力有所质疑，晚点订婚宴散场了，你可以考一考老大的功夫。成。为夫离京的时候，京郊飞虎营正在招兵，若是咱们大儿子过了我这关，我直接给飞虎营的校尉写一封推举信，让老大拿着推举信直接去入飞虎营，在飞虎营待上1年，便可以直接参加武举的会试，在会试上崭露头角，便可参与武举殿试。那我就替老大谢谢你这位未来二爹了。谢啥？我是他二爹，爹为儿子的前途打算，不是应该的吗？听他说的贼顺溜，花如意嘴角狠狠一抽，心里说着：你行你牛批，便宜爹当得这么欢快。两人聊了一会儿赵东升考武举的事情后，花如意的目光落在那水泥炉窑上。阿兰，何弟的建造进展如何了？如意，你是在担心何弟建不好，皇上责罚陶钦信，还是担心皇上迁怒于我？我担心阿信，也担心你，好了吧？那你是担心为夫多一些呢，还是担心陶钦信更多一些？担心你更多一些，好了吧？好了。你好啊，亲家母。你谁呀？亲家母，我姓梅，我夫家呀姓花，我是如意的亲生母亲呐。亲家母啊，我是如意的亲生父亲花重啊。本夫人若是没记错，你二位当初可是为了1两银子将如意卖给了老赵家的。既然是卖出去的，如意如今还算二位的闺女吗？俗话说，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更何况是卖出去的。被卖出去的自然不算。一把年纪专干这些缺德事儿，真不要脸。亲家母，话也不能这么说。如意30岁的人了，无人问津。我跟她当初也是担心她嫁不出去，一辈子孤苦伶仃，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才将她许给了老赵家的老头子。那老头子虽然年纪大了，命不久矣，但老赵家人丁兴旺，如意嫁过去了，至少后半生有儿孙孝顺呐。是，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直接说吧，你们俩过来找我搭话，所为何事？亲家母，如意能跟令公子喜结连理，我作为如意的母亲感到非常荣幸。按照咱们大周的婚嫁习俗，你们叶家是不是该给我们花家下聘呢？下聘？叶晨渊担心他气坏了自个儿，忙不迭地拉住他。夫人，消气，别气坏了身子。消个屁的气！这老钱婆都这样欺负如意了，我若是还能消气，那岂不是成了受气王八？花如意拉着叶锦兰去给村长以及村里的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辈敬完茶回来，正好撞见长公主咬牙切齿的大骂梅氏。二娘，都是我不好，我不该将老花家的人请来。大姐，你别怪惠娘啊，是我不好，是我去请的老花家的人。不怪你们。伯母，你消气，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来处理就行，哪能让您这样身份尊贵的人上场啊？花如意安抚了长公主一句后，挑眉瞪向梅氏夫妇俩，正打算开口，叶锦兰一把将他拉到了自己的身后。念你们二位给了如意生命，我允许你们坐下吃席。若你二位再不识抬举，可别怪我对你们二位不敬了。吃啥席啊？生了如意就能如此作践如意吗？说白了，他们当初生如意不过是晚上闲着无聊往被窝里一滚的事情。如此狼心狗肺的父母，真是让本夫人开了眼界。今儿个酒宴上的肉，我宁愿倒去喂狗了，也不给这对狼心狗肺的父母吃。长公主越骂越大声，当着全村人的面
完全不怕自己贵夫人的形象毁于一旦，看得全村男女老少一愣一愣的。你母亲这么厉害吗？是的，母亲是先皇跟太后唯一的女儿，深得先皇跟太后的宠爱，没有人敢招惹。母亲的泼辣是京城里出了名的，京里一位贵夫人曾经嚼母亲的舌根，直接被母亲给骂哭了。还想要聘礼？哼！你们俩怎么不去上天呢？啊！天上不仅有金银珠宝，还有仙丹蟠桃。本夫人有的是金银珠宝，就是不给你们家一个铜板。你们夫妇俩放过来咬我呀！梅氏一口气没提上来，两眼翻白，直接昏了过去。娘，来了！哼，就这点本事，还敢跑来跟本夫人叫板，不自量力的玩意儿！还不赶紧将这老千婆弄走，找个郎中瞧瞧。再晚一些，怕是要摆席请唢呐队上门演奏了。傍晚月上柳梢头，订婚宴才散场。村民们吃了酒席后，自觉地留下帮着老赵家的人打扫收拾，归还桌椅板凳以及锅碗瓢盆，半个时辰就收拾得干干净净了。长公主夫妇俩告辞回江淮县城。这晚饭吃得有些饱了，如意可愿意陪为夫去附近的小河边散步消食？不去。顺便将咱家大儿子也叫上，小河坝里宽敞，我在这儿考一考他的功夫。如果如意觉得不热闹，把咱家的几个孙子孙女儿侄女儿也一起叫上。你在这里等着，我这就回去叫老大。花如意回到宅院说明情况，得知叶锦兰要考赵东升，若赵东升能过叶锦兰这一关，就能被叶锦兰举荐去京郊飞虎营后。老赵家大大小小全部都激动了，连同襁褓中的小家伙都配合的咿咿呀呀了两声。二娘，我能跟着你们一起去小河边看看吧？二奶奶，我也想去。大姑，我也想去。走，都去。花如意领着大大小小的一群人，风风火火的去跟叶锦兰碰头。二娘，再紧张。二娘，待会儿我真的要跟叶先生动手吗？叶锦兰是武官，不是文臣，你伤不了他。是二娘。如意这边。二爷爷好。哼，大姑父好。真乖。甜甜、小玉、小满，你们三个想不想骑大马？想。那咱们就骑。一路上，三个小姑娘开心的在马背上笑得咯咯咯的。没想到将军还挺会收买人心的。这哪能叫收买人心啊？甜甜是我的孙女儿，小玉、小满是我侄女儿，我作为二爷爷跟大姑父，疼爱他们一些是应该的。先射几支箭给我看看，看看你能不能将这些蝙蝠射下来几只。是二爹。嗖的一声，第一支箭射了出去，须臾，一只蝙蝠就失去了重心，从半空中坠了下来。赵东升连发6箭，一共射下来4只蝙蝠。在他打算从箭筒里取第7支箭时，这一关勉强通过了。你二娘头上的木簪不好看，我给你3刻钟的时间，去镇上给你二娘买一只玉簪回来。是二爹。3刻钟不到，赵东升就回来了。第2轮骑术测试过关，第3轮测试跟我对打。老大，做好准备了吗？已经准备好了，请二爹赐教。哎哈！二爷爷，你没事吧？大姑父，你还好吧？叶锦兰，你感觉还好吧？哎呀，我没事儿。短短1个月，竟然把武功练到了这个份上，不愧是咱们家老大。待会儿回去，我就给飞虎营的于婷写一封举荐信。如今飞虎营正缺人手，明日一早你便可以拿着推举信动身了。回村后，花如意洗了个热水澡，正准备去歇下，耳边忽然响起了系统贱兮兮的提示音：获得大周长公主周涟漪的好感，
获得经验币1000，恭喜宿主。获得大周永安王叶晨渊的好感，获得经验币1000，恭喜宿主。跟大周镇北将军叶锦兰订婚，获得经验币10000，恭喜宿主。真是快！丫头，这不是市侩，永安王府叶氏一门忠烈，他们对大周朝的稳定繁荣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你现在呢，跟永安王府唯一的传人叶锦兰订婚，扛下了为叶氏一族开枝散叶的重任，系统自然是要给予你丰厚的奖励的。叶锦兰被赵老大打了一掌，我现在过去给叶锦兰送点治疗跌打损伤的药酒，是不是还会获得系统奖励？或许真的会有，你可以试试。花如意一只手拎着一盏马灯，一只手端着一碗自己泡的治疗跌打损伤的药酒，出现在隔壁的帐篷区。花大姐好。叫什么花大姐？花大姐是你叫的吗？叫未来少夫人。花大姐，这么晚了还来给将军送药酒啊？不是不可以叫花大姐吗？叶飞语塞，冷瞪了那哨兵一眼，亲自领着花如意朝叶锦兰的帐篷走去。将军，可以进来吗？进。如意，你先出去等我片刻，等我穿好了衣服你再进来。又不是没看过，不是还穿着裤子的吗？坐下。如意，你这么晚过来是为了给我送药酒的？是啊，我被卖到老赵家，刚拜完堂，老赵头就两眼翻白，双脚一蹬归天了。你若是再有个3长2短，我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扫把星了。你男人我啊，身体好着呢，就赵老大那一下，还不至于让你男人我两眼一闭，两腿一蹬归西，嫁给了我，除非到老，否则你这辈子别想再当寡妇，被人骂克夫扫把星。作业，你前半生的坎坷，我现在已经无力改变了，但后半生，我叶锦兰会对你负责，你不必再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做买卖很辛苦，你如果不想那么辛苦，也可以不做了。你男人我还养得起你，永安王府的家业，你挥霍一辈子都挥霍不完。你完全可以像母亲那样，喝喝茶，逗逗猫，找几个朋友聚聚。花如意十分心动，双眸发亮的将叶锦兰看着。喂，丫头，不要被男色迷惑，做任务赚经验币积攒功德才是你应该干的。做买卖赚钱使我快乐，你不懂。你胸口的淤青已经散了，时辰不早了，我先回去了。我送你。同一时间，县衙府内院。夫人，时辰不早了，该睡了。哎呀，睡，你就知道睡，死后有的是机会睡，现在睡这么多干啥呀？哎，今儿个离开榆树村的时候，我叮嘱阿兰留在榆树村，好好的煅烧水泥。哎，那小子会不会听不出我的弦外之音，当真老老实实跑去山里煅烧水泥呀？哎，我当时啊就应该将话说得明白一些，让他趁着煅烧水泥的机会，在榆树村好好陪陪如意，最好啊能把生米煮成熟饭，早日将如意给我娶进门。夫人，阿兰聪明着呢，不会听不出你话外的意思。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就安心的躺下吧。那可不一定。在行军打仗跟为官方面，你们父子俩呀都有勇有谋，但在感情方面，你们父子俩都缺根筋，木讷的像根棒槌。当年连京城里要饭的叫花子都知道我倾慕于你，你却非要跟我拜把子。我跟着教习嬷嬷学做鞋，把2只手啊都扎成了筛子，终于做好了一双鞋子送给你，你却非要觉得那鞋子是送给你军中好兄弟的，转手就把那些给了你兄弟，气得我当时险些与你绝交。夫人，好端端的怎么又提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了？当年你女扮男装入军，我一直拿你当好兄弟，后来知道了你是女儿身，但一时半会儿我没能适应过来，你处处关心我，我只能拉着你拜把子了。至于送鞋子的事情，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发誓。
当年你跟先锋老弟走得近，我见你看到先锋老弟就笑得见牙不见眼，一天到晚都跟先锋兄弟黏在一起，便以为你心仪之人是先锋老弟，便顺手助了你们一把。谁曾想，那是因为顾先锋他与你交好，知道你的兴趣喜好。我跟顾先生黏在一起，是为了向顾先锋了解你。你个棒槌！夫人，我错了。叶晨渊一脸悔不当初的走到长公主的身边，从身后将她抱住。夜深了，咱们安寝吧。哎，干什么呀？都老夫老妻了。就在叶晨渊打横抱起长公主往床榻边走去的时候，门外忽然响起了敲门声。这么晚了，还有什么事儿？启禀王爷，长公主殿下，京城来信了，500里加急。将信送进来。是，殿下。叶晨渊拿着信回到房中，眉头瞬间皱得更深。可是朝里出事了。朝里无事，是韩国九公主韩明凤不满跟安王世子周玉箫的和亲，向皇上提出要自己在大周择选夫婿。这位韩国九公主怕是压根儿就是冲着咱们阿兰来的。咱们阿兰若是没有心上人，这还好说，可阿兰现在已经有了如意，并且跟如意已经订婚了。皇上也真是的，竟然与了那韩国九公主跑来江淮县寻阿兰。夫人，对这件事你是如何看待的？哎呀，这还用得着如何看待吗？我当然是力挺我儿子喜欢的女人呐。就算那韩国九公主再身份尊贵，再美若天仙，我儿子不喜欢，那她在我这里便什么都不是。就算如意年过30又嫁过人，只要我儿子喜欢，那她在我这里啊便是宝儿，是我们叶家的儿媳妇。既然夫人心里已经有了决定，那就不要在心里发愁了。那位韩国九公主是韩国贵妃所出，从小便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是韩国皇帝最宠爱的公主，必然是个性格刁钻泼辣、不好相与的。咱们推迟回京，就留在江淮县，助咱们儿子儿媳一臂之力。好。相公，我的阿兰跟如意，谢谢你。谢什么，都是一家人。快点睡吧，时辰不早了。对，得赶紧睡。明日一早，我得早点起床，赶去榆树村，提醒一下阿兰跟如意，免得让那位韩国九公主钻了空子，破坏他们两口子之间的感情。老爷夫人，您们怎么又来了？林奇，你这小子怎么越来越不会说话了？你家将军呢？今日建新的窑炉，将军去山上监工了，怕是要晌午才能回来。见长公主又往隔壁老赵家瞧了一眼。今儿一早花大姐出门办事了，据说是去清河县了，怕是要明日才能赶回来。夫人，老爷，要不您二位到将军帐篷里歇一歇，喝杯茶？不可，我去隔壁看我曾孙女儿吧。夫妇俩在老赵家待到晌午饭点，叶锦兰一行人终于下山回村了。父亲，母亲。将叶锦兰拽到无人的地方，长公主才停下了脚步。母亲，发生了何事？阿兰，韩国九公主，你可知道？略有耳闻，据说韩国皇帝有意送这个女儿来大周联姻，母亲为何忽然提到此人？那位韩国九公主已经抵达了大周，皇上原本有意让安王世子周玉箫跟韩国九公主联姻，但那位韩国九公主无心于安王世子，请求皇上答应让她自己在大周贵族子弟中择婿。母亲昨夜收到消息，那位韩国九公主已经朝江淮县赶来了。儿啊，母亲觉得那位韩国九公主此行的目标怕是你呀。据说那位韩国九公主生得貌若天仙，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要不……母亲，
儿子已经是有妇之夫了，你在儿子面前说这些有些不合适。就算那韩国九公主比天仙还美，那也与儿子无关。儿子既跟如意订了婚，心里眼里便只有如意一人，这辈子儿子要娶的人也只有如意一人。哎呀，不愧是我周涟漪的儿子，母亲支持你，我们叶家的男人就要从一而终。母亲，你刚才是在诈我？母亲这不是怕你对不起如意，特地跑来给你提个醒吗？注视着长公主脸上的笑容，叶锦兰忽然觉得后背一凉。要是刚才没答对，母亲是不是要为了如意废了她这个亲生儿子？